男人出生名门世家，却投奔魔族，成为叛徒。他为了拯救自己的青梅竹马，成为了魔人。镇魔大战时，天魔被杀死，魔人被击败，男人也成为了俘虏。女孩逼问男人魔人残党到底在什么地方。咳嗽不止的男人没有开口说话，女孩拿剑抵住了男人喉咙，再次逼问。身受重伤的男人仰望着女孩，因为他认识眼前之人，他是剑尊的弟子。他一剑就屠戮了无数魔人。镇魔大战中，他一人就击杀了天魔。他就是神剑魏雪儿。魏雪儿提起男人的衣襟，质问男人：剩下的魔人到底去哪儿了？如果还有一点人性，就应该说出来。男人想要开口，但声带损坏，怎么也无法开口。而且男人的心脏还存在禁制，因为禁制的存在，男人无法说出真相。不知道这点的魏雪儿一直在逼问男人，只要男人说出来，他愿意用一切手段挽回男人的性命。魏雪儿恳求男人说出来，又流着泪祈求男人说出来。男人认为他可能在怨恨魔人，更大可能还是听说了他的未婚夫被魔人俘虏了。男人嘲笑这个武功天下第一的女人竟然在求自己。魏雪儿看到男人还是这副态度，直接将他扔了出去。浑身颤抖的魏雪儿开口：如果早知道你是这种人，第一次见面时就应该杀了你。他后悔自己没有那么做。男人不知道魏雪儿说的第一次见面时是指哪一次。他记忆中第一次和魏雪儿见面时，魏雪儿向男人递上了土豆，男人却是一脸嫌弃的姿态，魏雪儿则是一副单纯善良的样子。只因男人是投奔魔人的叛徒，落到现在的样子也是因果报应。魏雪儿也发现了男人趴在地上写着什么，男人准备把魔人们藏身的地方写出来。他强撑着心脏的静止，红色液体从他口中喷出，他也没有停止行动。天魔曾经说过，只要男人违反约定，就会爆体而亡，这是天魔种下的禁制，不能背叛魔教。男人想向女孩解释，这一切都不是他想做的，但是已经没有解释的必要了。他强撑着静止，写下了路线图。天魔的静止在男人体内炸开，男人的生命也逐渐流逝。他想起了自己没能保护好的姐姐，死之前还告诉他一定要幸福。他想起了毒杀了大量魔人的毒妃，男人曾经亲手解决了他。还有死在自己面前的某个女孩，南宫菲儿。出生名门世家的裘阳天从正派变成了魔人，败于镇魔大战，受到拷问，最终死亡。眼前的女孩询问男人吃土豆吗？裘阳天还是一副嫌弃的样子，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明明自己违背了禁制，死在了魏雪儿怀里才对。这一切就好像回到了过去，回到了第一次看到魏雪儿的时候。曾经的裘阳天打飞了魏雪儿的土豆，还将土豆踩碎，指责魏雪儿竟然将这种东西送到自己眼前。裘阳天甚至觉得这一切是临死之前的梦境。小脸通红的魏雪儿低声说起，看来她不喜欢土豆。裘阳天拿起了一个土豆，表示自己一定会好好品尝。咬了一口土豆的裘阳天被土豆烫坏了，他不敢相信梦境里的土豆还能这么烫。魏雪儿嬉笑，裘阳天脸都被烫红了。一个人影呼喊着少爷来到了这里，他正是仇家的护卫武士。一时之间，裘阳天竟想不起对方的全名。看到自家少爷被烫伤，护卫当即准备向魏雪儿拔刀。裘阳天无视了护卫的行动，直接向他索要药果。接过药果的裘阳天直接把药果递给了魏雪儿。护卫都不敢相信少爷会分享东西给别人。裘阳天表示吃了他的土豆，这是回礼。魏雪儿盯着药果，口水都要流了。这时，一个声音呼喊着魏雪儿，他正是魏雪儿的爷爷。看到爷爷的魏雪儿当即抱了上去。爷爷关切地询问魏雪儿有没有受伤。魏雪儿指着裘阳天说起有一颗土豆送给了他。爷爷一把抓过魏雪儿，赶忙鞠躬道歉，解释自己孙女不懂事。裘阳天表示没关系，多亏了他的土豆才能填饱肚子，并递上药果表示感谢。爷爷看着药果久久不语，正准备拒绝时，魏雪儿盯着药果两眼发光，直接伸手去拿药果。爷爷提起魏雪儿就跑，并表示不能收下这么贵重的东西。裘阳天追了上来，再次将药果递给了魏雪儿。魏雪儿开心地看着药果，说着又递给裘阳天一个土豆。爷爷嘴边也露出了笑容，他知道雪儿已经找到了那个人。爷孙俩向裘阳天告别，裘阳天微笑着送别了两人。等他们走了之后，裘阳天一口气才缓过来。裘阳天知道刚才的老爷爷可是武林盟的盟主，被称为最强三尊之一的剑尊魏孝军。裘阳天不理解剑尊为什么会来这种地方，就算是梦境他也害怕对方。魏雪儿依依不舍地向裘阳天告别，身边的护卫也提醒裘阳天该回去了。裘阳天认为梦终于要结束的时候，护卫带着裘阳天回到了家里。裘阳天都不敢相信到底怎么回事。裘阳天猜测，如果这不是梦，很大可能和天魔的禁制有关。一个人影来到了裘阳天前面，他正是裘阳天的二姐裘红书。他质问裘阳天怎么不跑了。裘阳天知道二姐裘红书是最瞧不起他的人，今天是家主归来的日子。二姐裘红书警告裘阳天不要搞什么小动作，还让裘阳天滚开。裘阳天推开了二姐裘红书的手，表示自己只是来到了该来的地方，之前的错误自己也会向家主道歉。二姐裘红书恶狠狠地盯着裘阳天，并对他爆发出了一股强劲的真气，凶恶的姿态走向裘阳天。仆人们被吓得不敢说话。二姐裘红书警告裘阳天不要搞小动作，不然他真的要生气了。裘阳天赶忙拦住对方，因为父亲要回来了。随着马匹声传来，家主回来了，被称为最强剑尊的人竟然在男人家里扫地。未来的天下第一剑客还是他的专属仆人。被拷问致死的魔人裘阳天重生后的第一天，今天刚好是仇家家主回归的日子。家主仅扫视一眼，就让裘阳天心生畏惧。家主从仆人口中得知家里的两支舰队都在休息，家主直接命令第三舰队马上去见他。裘阳天现在都还没有活着的实感，但父亲的视线依旧让他倍感压力。家主还命令老三裘阳天
晚饭后单独去家主室一趟。听到这里的裘阳天无比惊讶，二姐裘红书戏谑地看向他。当天晚上晚宴开始，由于气氛太沉重，裘阳天都不知道自己吃饭是在用嘴吃还是鼻子吃。裘阳天期盼有人来打破这个尴尬氛围时，家主说起听说老二的武功最近小有成果。二姐裘红书谦虚的回答已经进阶3星了，就连家主都夸奖老二实力已经远超年龄。裘阳天都没想到自己的二姐也会笑。二姐裘红书发现裘阳天的视线后，就像看到虫子一样，顿时变了脸。这时家主又说起老三最近是不是又去商业街了。裘阳天解释那只是出门办点事。家主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话没说完就离开了。随后仆人来到裘阳天身边，告诉他让裘阳天明天再去家主室。当天夜晚，裘阳天才觉得这应该不是梦，自己应该是回归了。如果真的回归，那他就可以提前做很多事情了，比如抢先杀死天魔，但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据说只有天上之人才能杀死天魔。前世的裘阳天为了活命倒戈在了天魔麾下，成为了魔人苟延残喘。裘阳天很后悔这件事，前世他想了无数遍，如果能重生，他一定会选择不同的人生。裘阳天认为天魔迟早会被魏雪儿杀死，他只要苟活到天魔被消灭就行，绝对不能像前世一样重蹈覆辙。一股内力在裘阳天体内涌动，虽然才刚开始修炼，裘阳天还是成功聚集了内力，但他拼尽全力也只能凝聚出老鼠屎般大小的内力。可以想象在这个年纪晋级3星的二姐天赋有多高。裘阳天修炼了一种仇家的独门心法九炎火轮功，到达4星之后可以发射红色的内力，7星之后可以用内力护身，但裘阳天现在才1星。裘阳天想尽快升上2星，为了不走上前世成为魔人的道路，裘阳天只能拼命修炼，突破极限。修炼到虚脱的裘阳天无力地躺在床上，如果再继续修炼下去，说不定就会走火入魔。此时的裘阳天已经成功进入2星。数日，由于昨晚的修炼太过疲劳，早上都还没恢复过来，勉强穿上衣服的裘阳天正准备出门修炼，出门就遇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此时的魏雪儿正在向他打招呼。突然的某一天，虚空破碎，降下了无数魔物，人们统称它为魔镜门。各大门派都培育了对抗魔物的团体，那就是剑队。他们掌握了所有门派的秘籍。名门世家仇家则掌握了5支剑队。裘阳天的大姐裘熹妃就担任第5剑队的剑队长。骄纵跋扈的裘阳天在他手里磨练了半年，那时的他看见了某个熟悉的人，这也是前世的裘阳天第2次见魏雪儿的时候，但那也是土豆事件之后再过半年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快又再次见面了？一时之间，裘阳天都愣住了，以为没睡醒的裘阳天准备回去清醒一下，只见魏雪儿一把拽过裘阳天衣服，好像在说些什么，一只手出现，拉开了他拽住裘阳天的手。这个人正是他的爷爷剑尊魏孝君，他警告魏雪儿要对少爷有礼貌。裘阳天发现对方叫他少爷这称呼就不对劲，又惊讶到底怎么回事。老爷子向裘阳天鞠躬道歉，并解释他是负责伺候少爷的仆人魏文。裘阳天疑问对方难道真不是魏孝君？魏雪儿也介绍自己是伺候少爷的仆人。裘阳天愣了几秒就想通了，这件事应该是家主下的命令。裘阳天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他就这样看着剑尊魏孝君在他家扫地。魏孝君还给了裘阳天一个礼貌的微笑。裘阳天疑问最强剑尊为啥要到他家做杂活？比起魏孝君更重要的还是魏雪儿。只见魏雪儿抱着一叠衣服摇摇晃晃地走着，一旁侍女让她少拿点，但魏雪儿坚持要这样，并表示没问题。话刚说完，她就踢到了一个石头，扑通一声摔倒在地，衣服都散落了一地。魏孝君只能尴尬地看着这一幕。看到这一切的裘阳天不理解，怎么有人能这么笨？魏雪儿武功天赋那么高，怎么做这种事的时候总做不好？魏雪儿也发现了一直盯着他的裘阳天，只见他快步上前走向裘阳天，裘阳天让他赶紧去做事。魏雪儿表示任何时候都要跟着少爷。裘阳天询问这是谁说的？魏雪儿自信地回答这是爷爷说的。旁边的仆人们都给魏雪儿加油，因为他们都不想做的专属仆人被魏雪儿接下了。裘阳天疑问自己可是名门世家的少爷，找的专属仆人就这么随意吗？一个魏雪儿还好，关键还有一个剑尊，让裘阳天倍感压力。魏雪儿自信地摊手，她将裘阳天衣服从整洁整理到凌乱，裘阳天还得自己重新整理好。不知道家主知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就让他们来家里了。裘阳天准备问一问家主怎么回事，魏雪儿赶忙跟了上去。裘阳天让他留下学习怎么干活，魏雪儿只能流泪点头同意。剑尊也刚好看到这一幕，裘阳天还是有点不习惯剑尊的视线，他决定一个人去见家主谈一谈。走的时候对魏雪儿说他会带着药果回来的，让他好好干。魏雪儿顿时喜笑颜开，爷爷魏孝君也只得长叹一口气。家主室门外，裘阳天还在犹豫进去之后怎么开口，因为前世的裘阳天和父亲关系并不好，基本没有正经谈过话。家主突然从后面向裘阳天搭话，这把裘阳天吓了一跳。之后家主带着裘阳天来到了内室，家主询问裘阳天见过安排的专属仆人没。裘阳天说起已经打过招呼，但是不知道为何要把他们安排给自己。家主告诉裘阳天这个问题要等时机成熟了才能说。裘阳天猜测家主应该知道剑尊的真实身份，但还是把他们安排给了自己当仆人。家主让裘阳天不要计较这些小事了，还让裘阳天赶紧准备一下去聚龙会。裘阳天一开始还没想起来聚龙会是啥，片刻之后
他才想起巨龙会事件。爷爷退婚都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末期少年穷，而这个男人却是被未婚妻抄起凳子暴揍一顿后再退婚。就在不久前，裘阳天让护卫把他打死算了，因为这样就不用去参加巨龙会了。关键这次巨龙会还是李长老负责，如果不去可能会被揍到死。仇家的所有长老之中，李长老对裘阳天非常严格，只因裘阳天是仇家家主唯一的独子，李长老有空就会教育裘阳天，就连家主父亲都没有李长老尽责。但前世的裘阳天被这样教育了，还是一个废物。裘阳天询问侍女东西准备好没，要准备出发了。2名侍女围在了魏雪儿身边，他们给魏雪儿打扮了一下，看得裘阳天脸都红了。裘阳天都不得不承认，此时的魏雪儿确实很好看。魏雪儿快步走上前，告诉裘阳天，姐姐们都说她很美。裘阳天高傲地表示，那又怎样？魏雪儿询问裘阳天，少爷也觉得她美吗？满脸通红的裘阳天直接命令大家赶紧出发。马车上，魏雪儿兴奋地将头伸到马车外面。第一次坐马车的魏雪儿一直认为马是用来吃的，没想到马能跑这么快。裘阳天从护卫口中得知了这次巨龙会在山西著名的千日商家举办，一晚上都在修炼的裘阳天决定睡2个时辰。旁边的魏雪儿还在滔滔不绝地解释马肉的味道很奇怪。裘阳天直接把药果塞进了魏雪儿嘴里，吃着药果的魏雪儿一下就安静了下来。几个时辰后，魏雪儿叫醒了裘阳天，他们已经到了目的地。山西集市上人来人往，刚下马车就有人找到了裘阳天，这个人是千日商家的副会长。裘阳天和对方客套2句之后，副会长就要带着裘阳天入住客栈。这一路上，裘阳天只希望不要碰上二姐裘红书。现实往往天不随人愿，刚好就碰到了二姐裘红书。看到裘阳天的裘红书黑着脸啧舌，裘阳天主动向他打招呼。二姐裘红书一脸厌烦的让裘阳天不要和自己打招呼。二姐裘红书再次警告裘阳天不要给家族抹黑。裘阳天一脸无所谓的说不用担心，自己会躲起来直到巨龙会结束。气得二姐裘红书恶狠狠地盯着裘阳天，把旁边的魏雪儿吓坏了，赶忙躲到了裘阳天身后。看到魏雪儿的裘红书露出一副厌恶的表情，质问裘阳天是不是又打算搞一些小动作。裘阳天当然不懂对方是什么意思。裘红书又说起还以为你有点改变了，结果还是老样子。说完就关上了房门，留下裘阳天几人一脸懵。裘阳天让商会副会长先带他去看看巨龙会的场地。魏雪儿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宽广的地方，据说商人们喜欢用场地规模判断财力，所以每次的巨龙会场地都非常宽敞。今天是犒赏舰队的日子，明天是选拔舰队的拔剑赛，仇家直系成员不用参加这些。抱着看戏的心态来这里的裘阳天还不知道背后出现了一个人影，一只大手抓向裘阳天。反应过来的裘阳天想要躲开已经来不及了。老者揉着裘阳天的头说起这次怎么没有逃，他正是仇家的李长老。裘阳天解释不是你说如果不来就要被撕成2半。李长老连忙否认这个说法，但裘阳天还是肯定是他说的。李长老就这样揉着裘阳天教育他。一旁的魏雪儿突然说起熊肉很好吃，李长老用不友善的视线看向他，直接把魏雪儿吓得结巴了。李长老冰冷的目光直接把魏雪儿都要吓哭了，赶忙躲到裘阳天后面，再也不吃熊肉了。裘阳天也让李长老不要这样盯魏雪儿。李长老询问裘阳天这女娃是不是小妾，裘阳天赶忙解释看衣服就知道了这是侍女。李长老也收起了调侃的样子，他告诉裘阳天早点休息，明天巨龙战他要出场。看向魏雪儿的裘阳天随口应付了他。李长老还比了一个手势威胁裘阳天如果逃走的话会小命不保。魏雪儿询问裘阳天，熊爷爷是不是要吃人？裘阳天表示被吃之前也要先取走你的小命。远处的李长老看向裘阳天和魏雪儿，他还是觉得魏雪儿这孩子不简单。今天是巨龙会召开的日子，裘阳天带着护卫来到了这里。山西各门各派还有仇家的旁系，只要能证明身份的人都能来参加巨龙会，因为成为舰队成员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魏雪儿还在担心熊爷爷会不会突然出现扭断他的脖子。裘阳天安慰魏雪儿，如果熊爷爷来了就喊护卫收拾他。护卫表示他也没有对付李长老的方法。裘阳天调侃道，那就只能舍弃雪儿的小命保平安了。魏雪儿被这一句玩笑话吓坏了。魏雪儿又指着旁边的馒头车说，爷爷说过做个饱死鬼比较好看。护卫都觉得裘阳天对侍女太好了，因为裘阳天想到了前世的魏雪儿，所以他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现在的魏雪儿才好。护卫都调侃裘阳天还是给魏雪儿买了馒头，然后再静静地看着裘阳天辩解。护卫看到裘阳天对侍女如此细心，他才说起裘阳天和传闻中的纨绔子弟完全不一样。裘阳天就觉得护卫因为一个馒头话太多了。裘阳天听到护卫说起只是在传闻中听过他，于是询问护卫担任他护卫多久了。护卫这才说起差不多半个月了。裘阳天这才想起他应该刚好碰上了自己回归不久，甚至都不知道双方谁运气好了。这时旁边一个声音吸引了二人，一位仆人让女孩不要在这里乱跑，但他的少主人可不听这些话。争吵的声音让裘阳天感觉很耳熟。仆人说起万一碰到仇公子怎么办？裘阳天心想，裘公子应该不是自己吧。裘阳天越听这个声音越熟，他还是自我安慰，只是声音熟悉，只要对方说的人不是自己就行。这位女孩人刚转过头，就看到了最不想见的人，少女和仆人顿时就愣住了。裘阳天看到对方的脸也愣住了。护卫看到对方的表情很奇怪，就询问裘阳天知不知道对方是谁。裘阳天当然知道对方是谁，女孩及腰的长发以及黑色的瞳孔，加上手上的戒指，这枚戒指上面有清晰的花纹，它代表着河北彭家，她正是裘阳天的前未婚妻。4大家族之一的河北彭家和名门世家仇家定下了婚约，裘阳天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下一任家主。彭家认为和仇家订婚是一件好事，问题是以前的裘阳天太能闯祸了，
而彭家也不计较这些小问题。但真正解除婚约的还是裘阳天轻蔑的行为。女孩询问裘阳天来这里做什么，裘阳天反问女孩来这里是不是有啥事。女孩不服气的表示自己也是有事才来的，难道自己就不能来山西吗？裘阳天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女孩斥责裘阳天为什么不用敬语，是不是忘了自己年纪比你大？裘阳天也不生气，赶忙道歉并喊对方姐姐。他又喊魏雪儿买好馒头赶紧过来。裘阳天告诉女孩不管以前发生了什么事，还是希望她能开心的待在这里，随后头也不回的就走了。裘阳天这种行为让女孩不知所措，女孩也没想到碰到大哥的事情已经够头疼了，又碰到了裘阳天。女孩第一次在裘阳天身边看到了侍女，和以前相比是有点不一样了。初次见面的裘阳天就说女孩是妾室生下的孩子算什么东西，气得女孩一把抓过裘阳天的衣襟，质问裘阳天到底在说什么。裘阳天也是摆出一副嘴欠的样子，气得女孩直接给了裘阳天一拳。女孩诉说自己为了家族的政治联姻，对方就算名声很差，但她为了家族的利益也忍了。仆人拦住了抄起椅子的女孩，女孩一把推过仆人，现在不考虑什么婚约，她只想暴揍裘阳天一顿。在那之后婚约就被取消了。她认为裘阳天和以前应该没什么变化时，裘阳天很自然地从仆人手里接过了东西。他还是不敢相信裘阳天这种人一下子就变得懂事了。女孩又看见裘阳天和身边的仆人有说有笑，她觉得裘阳天可能真的有点改变了。这时一个声音吓到了裘阳天几人，护卫关切地询问裘阳天有没有受伤。魏雪儿也关切地问裘阳天他的馒头受伤没。旁边一位青年正在闹事，青年怒吼已经没时间了，自己要是被抓住了咋整？管理人员听到这话更加不能让他参加聚龙会了。青年人滔滔不绝地诉说就是要参加聚龙会。裘阳天知道聚龙会虽然人人都可以参加，但身份不明的人是不能参加的。护卫担心放任不管的话会不会出问题。裘阳天解释这种事旁边仇家武者会处理的。一名仇家武者刚把手搭在青年人肩上警告他收手，青年人一个过肩摔直接将这名武者击飞。青年人又向工作人员说起自己用实力证明了身份，是不是可以参加聚龙会了？工作人员还是否定了青年人。裘阳天三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护卫询问裘阳天现在能不能出手。魏雪儿还觉得青年人太酷了，裘阳天扭头就走，他可不想被卷进奇怪的事情里。这时工作人员和青年人的争吵更激烈了。青年人质问工作人员用实力证明了身份，为啥不能入场？青年人怒吼对方是不是看不起彭家的少家主。听到这里的裘阳天马上转过了头，和裘阳天有过婚约的女孩也转过了头。眼前这个闹事的人竟然是河北彭家少家主，家族里最弱的草包弟弟竟然要和天赋绝伦的姐姐决斗，这也是重生后的裘阳天第一次展现实力。就在不久前，仇家举办聚龙会，吸引了众多江湖人士前来参加，就连河北彭家的少家主都来了。河北彭家的少家主在武林盟主导的神龙馆以首席毕业，他还是史上最年轻的少家主，但他本人却郁郁寡欢，甚至要把家主送他的牌子用火烧了。妹妹虽然不能理解他的想法，但是提醒他可以出门玩几天放松一下心情。他怎么也没想到哥哥就这样消失了几个月，妹妹决定去把他抓回来，于是就追到了山西，刚好听到了有一个人自称河北彭家少家主。青年人还在和工作人员理论让他参加聚龙会，是不是得施展一下彭家独门绝技黑压道才让他参加。通过这点，裘阳天也知道了对方可能真的是河北彭家少家主。为了不被卷进奇怪的事情，他决定赶紧溜走，但已经太晚了。一只大手按住了裘阳天的脑袋，正是李长老来了。李长老表示这个人看起来很强，就让他参加吧。青年人也向李长老行礼，他介绍自己是彭家少家主彭宇珍。就算李长老帮忙说话，工作人员还是不让彭宇珍参加聚龙会。李长老从彭宇珍的身形上面就认出了对方多半是彭家嫡系，而且他手上的戒指也足以证明他的身份。李长老说起聚龙会是仇家挑选舰队成员的地方，彭家少家主为什么要加入别人家的舰队？彭宇珍当即说出彭家的人没意思。李长老询问对方得到彭家允许没？彭宇珍笑着回应，正因为不答应自己才离家出走。裘阳天甚至觉得对方脑子有病。李长老看到对方身体很结实，不由得夸奖彭家果然培养出了一条飞龙。他的视线不由得看向裘阳天，要是我们家草包但凡有你一半。护卫急忙询问草包是不是指少爷，魏雪儿也一直问裘阳天草包是啥。裘阳天直接让他们俩闭嘴，因为再说就有点伤人了。裘阳天知道彭宇珍确实是一条龙，他在不久的将来会被称为道帝。魏雪儿和护卫还在讨论草包是啥，彭宇珍的妹妹找了过来。此时彭宇珍也注意到了他，还没看到人拳头就先到了，这一拳直接把彭宇珍打飞了几米。这一拳正是彭宇珍的妹妹打的。彭宇珍让对方先停手，听他解释。最后他发现自己也找不出啥合理的借口，只能向女孩求饶。女孩骑在彭宇珍身上就是一顿暴揍，彭宇珍赶紧向李长老喊救命，李长老还是出声阻止了女孩。女孩介绍她叫彭雅倩，还向大家道歉家里的丑事给大家添麻烦了，并表示损失彭家会负责。她准备就这样抓着彭宇珍离开，但彭宇珍一脸认真的样子，坚决不离开，因为彭家太没意思了。彭雅倩提醒大哥应该成熟一点。彭宇珍认为成为家主之前应该尽情享乐，虽然他也不想当家主，但是家族的其他人都是一堆禽兽，
所以就算很麻烦，他也会接手家主位置。裘阳天询问李长老要不要让彭宇珍参加聚龙会，李长老考虑到那样做的话，彭家和仇家可能会有冲突，所以不能让他参加，但又不能直接拒绝。李长老提议只要赢过他就可以参加聚龙会。彭雅倩都知道赢过李长老不可能，裘阳天都觉得对方多半老年痴呆了，李长老这才说出10个回合内只要碰到他就行。确认规则的彭宇珍当即准备动手。彭雅倩害怕出现变故，命令仆人马上抓住大哥彭宇珍。彭宇珍的身影化成一道流光出现在了李长老身后，顺势抽出了仆人的佩剑，这一剑直劈李长老。但彭宇珍还是太年轻了，李长老反身就是一拳攻向彭宇珍，这一拳直接击中了彭宇珍左脸，彭宇珍整个人就被击飞了出去，当场就失去了意识。裘阳天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他以为李长老会让着彭宇珍只闪避他的攻击，李长老表示他可没说过这点。裘阳天当即撇开关系，如果彭家追究起来可不要找他麻烦。李长老让裘阳天不要担心要死，他也不会一个人死。裘阳天亲切地喊出雅倩姐姐，这都是李长老做的。彭雅倩倒是觉得大哥能安全的躺着就不错了，她询问李长老是不是为了阻止大哥胡闹才同意的对决，但李长老只是觉得很有趣而已。裘阳天都在想这种人怎么当上的长老，他准备喊魏雪儿一起溜走。魏雪儿甚至觉得熊爷爷太帅了，李长老听到魏雪儿夸他帅，他就从怀里掏出了礼物。看到零食的魏雪儿表示自己一开始就喜欢熊爷爷了。李长老表示他给裘阳天也准备了一份礼物。主持人宣布接下来将开启万众期待的重要比赛，那就是仇家未来双星的较量。恒岩见仇延书和仇家九公子裘阳天的对决，李长老准备的礼物就是让裘阳天和二姐裘红书打一场，毕竟是仇家举办的聚龙会，要是被大家说无聊就不好了。裘阳天觉得这个老头子多半是为了找乐子才安排的这场比赛，所以他准备打一半直接弃权。李长老仿佛看穿了裘阳天的心思，如果弃权的话你懂的，还给裘阳天指了指被打倒失去意识的彭家少主。裘阳天询问李长老是不是想看自己被揍一顿然后输掉的样子，李长老反问裘阳天真的不打算赢吗？裘阳天不打算耗费力气和姐姐打架。随着比赛即将开始，二姐裘红书看到裘阳天连剑都没拿，裘阳天才想起自己很少使用武器，九炎火轮功可以配合各种武器使用，其中配合剑和拳的效果最为卓越。后面他发现拳头最适合自己。二姐裘红书嘲讽道，你用剑和拳头区别不大。没听出嘲讽的裘阳天还以为二姐也达到了和自己一样的认知。二姐裘红书又开口，能有这种机会真是太好了。裘阳天一问，啥机会？可以合法的揍自己弟弟，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仅凭你是男孩这点就能理所当然继承家主，他恨不得裘阳天马上去死。二姐裘红书以凌厉的攻势朝着裘阳天发动了攻击，但裘阳天很轻松就避开了。二姐裘红书又是一剑横劈，但还是被避开了。他实在想不通3星的剑法会被2星的家伙避开。二姐裘红书的杀意太明显了，所以裘阳天才能避开攻击。他一直在考虑怎么输掉比赛，他准备随便挨一次攻击就摔下擂台，但二姐的攻击每一招都太过致命。在裘阳天分神之际，二姐已经冲到了裘阳天身边，她左手抓过裘阳天的衣襟，右手挥剑砍向裘阳天，但还是被避开了。裘阳天也趁机脱下了外套，脱下的外套瞬间被斩成2半。裘阳天劝解二姐裘红书快停手，因为招招致命才让自己躲起来更容易。二姐裘红书又说起她是女孩，就算不能成为家主，但自己也在努力，凭什么活得像个垃圾的你还能成为家主？二姐裘红书甚至将内力缠绕在剑上。裘阳天知道对方已经不止3星实力了，面对这么凌厉的攻击，裘阳天还是躲开了。愤怒的二姐一拳打向裘阳天，勉强避开这次攻击的裘阳天还是露出了破绽。二姐裘红书抓住机会一脚踢向裘阳天，但还是被提前挡住了。这一脚让两人拉开了距离。裘红书认为像裘阳天这种没有天赋还不努力的废物不如消失算了，就算听到别人说自己是废物，裘阳天也毫无波动。二姐裘红书又是一击横劈袭来，裘阳天就像是放弃一样，并没有闪避这次攻击。二姐裘红书又说出了你应该像你妈妈一样直接消失，她不敢相信裘阳天这次并没有闪避，还把他这一剑接了下来。裘阳天抓住了二姐裘红书的手腕，质问他到底在说什么。这个投降魔族的男人曾经覆灭了无数家族和宗门，就连自己的家族他也没放过。为了取悦天魔，他直接屠戮了整个华山派，就连梅花绝剑都惨遭他的毒手。裘阳天的大姐年仅15就获得了黑凤这一称号，弱冠之年就成为了仇家5剑队长，但他还是无法成为家主，因为要继承家主之位的人是妾生的裘阳天。二姐裘红书以前并不讨厌裘阳天，因为裘阳天的母亲曾经对他非常温柔，但他在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父亲也不允许大家去找他。从那个时候开始，裘阳天就对他人恶言相向，甚至施加恶行，后面还传出他对家里的女眷动手了。即便如此，裘阳天是下任家主继承人这件事还是没有改变，因为每一代家主都是男人，大姐黑凤这么优秀都无法成为家主，更不说他。所以裘红书非常厌恶裘阳天。废材的裘阳天现在捏住了他的手，裘红书感受到了此时的裘阳天非常危险，他下意识的闪身拉开距离，殊不知裘阳天已经在他身后，直接一拳打向裘红书。此时的聚龙会场观众席，彭雅倩都赞叹裘红书年纪轻轻实力竟然这么强。看到同龄中人如此优秀之后，他觉得自己再也不能靠着彭家的名声招摇过市了。
彭雅倩询问大哥能不能听到裘红书和裘阳天二人的对话。大哥彭玉珍解释李长老在周围布下了内力，就连他也无法听到他们的对话。彭雅倩告诉大哥脸消肿之前可以待在聚龙会。仆人这时也递来冰块给彭玉珍敷脸。彭雅倩认为黑凤的妹妹果然是天才，年纪轻轻就到达了3星，无论剑技还是对内力的控制都非常完美。吃着冰块的彭玉珍反而觉得黑凤的弟弟更强。彭雅倩惊讶地看向大哥，彭玉珍期待地诉说，看来彭家也不是只有黑凤。彭雅倩知道大哥这种期待的眼神在继承家主之后就不会有了。彭玉珍甚至已经看到这场比赛结果，如此近距离的一拳，裘红书还是躲开了，侧身避开攻击的裘红书，抓住机会一剑砍向裘阳天。这时裘阳天说起他知道姐姐讨厌他，因为自己确实在混日子，他也能理解姐姐所说的话，所以也请姐姐理解一下自己。裘阳天的左手开始运转内力，火焰般的内力缠绕在他的左手，就连裘红书的眼里也映照出了火光。裘阳天附带内力的一拳直接打向了二姐裘红书，这一拳正中裘红书的脸庞，裘红书当场失去意识倒地不起，比赛也宣布结束。溜出来的裘阳天也知道自己闯祸了，这场本来该输掉的比赛，结果还以2星的实力把二姐裘红书打得当场昏迷。裘阳天一个人发呆的时候，护卫和魏雪儿找来了。护卫向他解释现在场内一片混乱，裘阳天不用想也知道原因，因为家族的废物突然打败了下一届的希望之星。李长老为了转移话题，当场宣布聚龙会就此结束，场面才平静下来。裘阳天为了不遇到李长老，决定在仪式结束之前提前溜走。魏雪儿发现了裘阳天左手受伤了，这点也证明了他还不能完美的控制内力。魏雪儿拿出了绷带给裘阳天包扎，但魏雪儿发现自己好像不会包扎伤口。魏雪儿流着泪说雪儿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后不要受伤了。这时彭玉珍突然凑了上来，我也不喜欢九公子受伤啊。彭玉珍和裘阳天相互介绍之后，躲在后面的彭雅倩让大哥快点回去。彭玉珍说出彭雅倩是不是因为和裘公子解除过婚约有点尴尬，那刚好趁现在修复一下关系。裘阳天看到自来熟的彭玉珍一阵头疼，彭玉珍搂着裘阳天说起本以为仇家只有黑凤，没想到还有你这种强者。裘阳天表示和自己这种人亲近不会有任何好处。裘阳天又询问彭玉珍是不是认识大姐裘曦妃，彭玉珍对此表示肯定，而且二人关系很好，就是不知道他怎么看。裘阳天也听出来了他们多半不熟，寒暄几句之后他就离开了，只剩下彭雅倩一人。裘阳天询问对方是不是还有啥事，彭雅倩扭扭咧咧地说起解除婚约那天用椅子砸他有点过分。这时裘阳天抢先一步向彭雅倩道歉，当时的自己行为太荒唐了，确实该打，所以你不用道歉。听到这话的彭雅倩也释然了，她微笑着接受了裘阳天的道歉。彭雅倩走的时候提醒裘阳天不要弄丢了大哥留下的东西，裘阳天才发现身上多了一块彭家的令牌。回仇家的马车上，魏雪儿还躺在侍女的身上睡大觉，裘阳天怎么也想不起来前世和姐姐交手的记忆，赢过的次数就更没有了。自从魏雪儿给他当侍女开始，这一切事件就和前世不一样了。裘阳天也不知道自己对魏雪儿的一点点好意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某些事情一定比想象中发展的更快。这时裘阳天突然感受到了什么，他命令护卫马上检查一下魔仙符。护卫拿出魔仙符并没有啥反应，还安慰裘阳天啥事都没有，不要担心，如果出现魔镜门，魔仙符肯定会发光。这时护卫手中的魔仙符忽然就亮了，护卫当即命令车队停止前进，又告诉大家魔镜门出现了，全员准备战斗，优先保护少爷安全。裘阳天直接走下马车开始热身，护卫劝解裘阳天外面很危险，裘阳天让护卫等会再唠叨，现在专心看前面。虚空中一道绿色的裂缝正在破开，不一会裂缝就变成了一个大洞，几十只发出绿光的魔物直接从里面冲了出来。绿色魔镜门危险程度很低，但也有点麻烦。裘阳天早已经提前运转了内力，一拳就解决了一只魔物，再将他们的魔石挖出来，这也是魔物共同的弱点。魔石对魔物而言是如同心脏般的存在，只要挖出魔石，他们就会立刻死去。裘阳天侧身一拳又解决了一只魔物，但持续运转九炎火轮功还是太吃力了，已经让他虚弱不堪。眼看剩余的魔物要冲上来了，护卫赶来救下了裘阳天，护卫一招就将魔物全部解决了。裘阳天都不敢相信护卫竟然这么强，护卫关切地询问裘阳天受伤没。裘阳天感谢护卫来得及时，他才保住一命。护卫庆幸地说还好只是一群低级魔物，如果让少爷受了伤那该咋整。裘阳天敷衍地回答反正现在没事就好了。裘阳天还没发现他右手冒起了一股暗黑色浓烟，突然的疼痛让裘阳天跪倒在地，他的吼叫声甚至惊动了其他护卫。裘阳天也不知道这股疼痛到底怎么回事，不过他马上就发现了这是在吸收魔气，这好像是天魔的功法魔道千息功。前世的华山派断臂的华山派弟子质问对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他们到底做错了什么，因为整个华山派弟子都被屠戮殆尽了。裘阳天冷漠地开口，梅花绝剑，这就是你的遗言吗？这时从天上扔下来了一个首级，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掌门，一条巨龙的虚影出现在地面，一个人影踏着巨龙如此说道，梅花也不错呀。这个人影从巨龙头上一跃而下，裘阳天也向对方下跪。华山虽没取悦到本座，不过也算提供了一些乐趣。天魔命令裘阳天抬起头来，此时的裘阳天隐约恢复了意识。裘阳天发现九炎火轮功竟然在吞噬魔气，这是前世未曾发生过的事情。裘阳天睁眼就看到了魏雪儿和护卫，
周围的魔物也都解决了。裘阳天表示没啥事，可能是和二姐比武时伤到了其他地方。裘阳天可不想被别人知道他能吸收魔气。魏雪儿捏着裘阳天的脸问他是不是伤得很重，还疼不疼。裘阳天被折磨的都要快发怒了，察觉到这点的侍女赶忙把魏雪儿拖走了。护卫让裘阳天还是去医馆看一看。裘阳天说起自己完全没事，只想尽快回家睡一觉就好了。裘阳天还发现体内的魔气竟然彻底消失了，就连刚才的魔石都被吸干变得暗淡了。裘阳天也下定了决心要加快进程，削弱天魔的实力。男人为了保护自己的青梅竹马投降魔族，成为了魔人，但他最终却被青梅竹马拷问致死。得知真相的青梅为了给男人报仇，找到了幕后之人，最终他也被幕后之人杀死。青梅心中的执念让他重生到了二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回到仇家的裘阳天在集市上闲逛，发现药果的魏雪儿马上就走不动路了。眼看裘阳天不打算给他买药果，他就开始搞事，不买药果为什么要带他出来？裘阳天直接戳穿了魏雪儿拿爷爷的话当借口，非要跟着一起出门。护卫一问裘阳天来商业街做什么，因为上次魔物袭击事件少爷身体还没好，护卫劝解裘阳天早点回去比较好。魏雪儿还是远远的盯着药果。裘阳天这次出门确实有事情要办，四处张望后，裘阳天便发现了目的地。他让魏雪儿先回去，护卫和他一起去办事。魏雪儿拿爷爷的话当借口，还是不回去。裘阳天告诉魏雪儿，现在回去就给他10个药果。魏雪儿当即提出还要馒头，裘阳天只得同意。两人就这样愉快地达成了约定。裘阳天带着护卫去办事，魏雪儿开心地哼着歌回家。裘阳天和护卫来到了目的地，这是一片荒芜破旧的鼓楼。护卫一问裘阳天来这种地方做什么，先不说建筑如此破旧，这种诡异阴森的地方看起来就很不妙。裘阳天都夸奖护卫的直觉很准。随后裘阳天便推开了一扇门，几个大汉看到裘阳天还是个孩子，都以为他走错了地方。那群面露不善的人还准备对裘阳天动手，护卫当即准备拔剑。一个提灯的男人询问裘阳天来这里做什么，裘阳天表明自己是来做生意的。男人随口咒骂裘阳天讲话不过脑子，还扬言要拔掉他的舌头。听到这里，护卫也准备和对方动手，裘阳天直接阻止了他，又告诉众人方才踏进房间的一刻，你们应该知道自己是谁了，如果不怕仇家将这里夷为平地，最好不要动手。裘阳天又让众人将他们的分部长叫出来。听到裘阳天说出分部长之后，男人认为裘阳天不讲礼数，一群大汉抄起武器直接将裘阳天围了起来，护卫也随时准备拔剑。裘阳天嘲讽道，你们看起来也没多讲礼貌。男人嘿嘿一笑，便命令手下之人立刻动手。一群大汉朝着裘阳天攻去，护卫仅用一剑就将他们解决，还把剑架在了其中一人的脖子上。男人都没想到这个仇家少爷身边还带着这种护卫，但又不能把他带到分部长面前去，他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分部长传来了命令。裘阳天看到对方短时间也商量不出来一个结果时，准备让护卫把他们全部解决掉。大汉告诉裘阳天分部长要见他，裘阳天也命令护卫把刀收起来，并表示一开始这样就好了。护卫询问到底怎么回事，裘阳天解释原本打算去丐帮，但中途出了一点问题。裘阳天分析丐帮属于正派，如果让他们做肮脏的事情可能会出问题。如果正派情报消息最强的是丐帮，那邪派情报消息最强的就是这里了，这里便是下屋门。裘阳天跟着男人来到了一个隐秘的场所，一位女人介绍自己是这里的分部长道云秋，并向裘阳天道歉刚才的无理举动。裘阳天也不废话，直接询问能不能接下委托。道云秋询问裘阳天为什么不找丐帮，而是找他们下屋门。裘阳天解释有些事丐帮做不了，又质问对方要确认几次。道云秋说起因为仇公子的身份原因不得不谨慎对待。裘阳天也不想多说什么，再次询问能不能接下委托。道云秋表示只要付得起代价就没有拒绝的道理。裘阳天拿出了一张画像，他要找一个10岁左右的小男孩。道云秋拿着画像看了又看，他表示这单恐怕接不了，虽然委托人也是个孩子，但要让他们去找另一个孩子，这可能有些困难。裘阳天当即说出下屋门主的消息，就是委托费。听到这里的众人纷纷拔出了剑，一群人朝着裘阳天砍来，护卫一剑就挡下了他们所有人。道云秋黑着脸质问裘阳天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裘阳天笑着回答自己来这里可不是来玩问答游戏的。道云秋向裘阳天确认情报的真实性。裘阳天说起如果不愿意那自己就去找丐帮，顺带向他们说一说下屋门门主的情报。道云秋迫于无奈只能接下。裘阳天询问多久能出结果，道云秋承诺3个月就可以。裘阳天走的时候告诉道云秋等找到情报时再来交换新的情报，但临走的时候又看到对方还在考虑这件事，又告诉他们一记山脉这是定金。裘阳天离开之后，男人还是不信裘阳天情报的真实性。道云秋认为对方连门主消失这种机密都知道，也只能相信了，而且从他随行护卫实力来看，道云秋猜测仇家家主可能也参与其中。道云秋这时也撕下了人皮面具，男人询问摘下来也没关系吗？道云秋说起反正也没人看着，下屋门的特性就是不会追随门主或者信仰，所以他才这样装扮，生怕被别人捅刀子。他就这样默念着自己的父亲。裘阳天也走出了下屋门，他庆幸这些情报和前世没有什么差别。裘阳天知道下屋门门主5年前就被抓进了黑鸦宫，所以下屋门和黑鸦宫便发生了厮杀。由于武林盟的介入，黑鸦宫被摧毁，下屋门门主也死在了战斗中，下屋门最后也差不多被灭门了。裘阳天知道下屋门门主被抓了，但他不知道黑鸦宫的具体位置。裘阳天去下屋门的原因就是提前找到一个将来会成为魔教头部的人，
他是被称为魔教大脑的谋士，名叫诸葛贺。裘阳天打算提前抹杀他，因为他的计策就连魏雪儿都感到棘手。这时护卫说起下屋门的情报能力也太差了，找一个人竟然要花3个月，人找到估计都是夏天了。这时裘阳天又想到了一件事，金川燕家的宝藏也是在那时候被发现，其中堆积了大量的金银财宝，最关键的还是无价的灵丹，那些吃了灵药的家伙最后都变成了魔人。投降魔教的他们又一次增强了天魔的实力，考虑到宝藏位置在四川，距离山西实在太远，只能放弃。想通这点的裘阳天准备去买点药果就回家。裘家内院，李长老干咳一声，对魏雪儿的爷爷剑尊魏孝军说前面的树叶还没扫干净。李长老又说起杨天回来那么早，原来是因为你这个老侍从。魏孝军干笑几声，直接把扫帚都捏断了，还拿起捏断的扫帚让李长老帮忙扫地。李长老连忙摆手拒绝。坐在旁边的魏孝军询问李长老跑这么远来仇家做什么？前辈你应该也察觉到了吧？3个月前那孩子还是一个扎马步都要逃跑的家伙，现在竟然打败了比他还强的姐姐。李长老表示这种天才可不能放着不管。魏孝军说起自己活了一辈子从未见过有人能成长得如此之快，他猜测裘阳天身上多半发生了什么，如果大长老知道这件事多半会采取行动。裘家内院另一边，魏雪儿遇到了一个男孩，初次见面的男孩就询问魏雪儿要不要到他身边去，他还说出自己可以让魏雪儿变得更幸福。这件事要从昨天晚上说起。魏雪儿经常做着一些奇怪的梦，梦里的魏雪儿拿着剑肆意伤人，就算有人死在他的剑下他也毫不在意，他拿着的剑是爷爷以前用过的。梦里的魏雪儿满头白发，但今天的他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噩梦。魏雪儿走进了一间房子和一群人厮杀，在那之后魏雪儿遇到了某个人，梦里的魏雪儿质问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个人用剑刺穿了魏雪儿的身体，重伤的魏雪儿即将死去，此时的她只想对某个人道歉，对不起。天，魏雪儿也从噩梦中醒了过来，不知道为什么醒来的魏雪儿很想见到少爷裘阳天，从侍女口中得知少爷可能在修炼场，但修炼场里却没有少爷的身影，只有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那个人还说要让雪儿变得更幸福，但雪儿在少爷身边已经够幸福了。就在这时，少爷却一副凶巴巴的表情出现了。魏雪儿见状立马躲在了裘阳天身后。裘阳天先表明了魏雪儿是自己的侍女，又质问对方是谁。裘阳天看到眼前之人一副脸红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是啥好东西。这个人先是诚恳地向裘阳天表示抱歉，又介绍自己叫仇绝业，来这里是想和本家血脉的裘阳天进行对练。裘阳天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裘绝业质问裘阳天是不是害怕了，他没想到裘阳天随口承认自己就是害怕了。裘绝业当即嘲讽裘阳天是个胆小的家伙。裘阳天表示你看人真准，并承认自己就是胆小，之前和二姐对练时闯下大祸，他可不想再体验一次那种感觉。说着就拉着魏雪儿要离开这里。突然出现的李长老也劝说裘阳天答应和对方对练，裘绝业也向李长老打招呼。裘阳天惊讶李长老竟然认识此人。李长老说起裘绝业是大长老的孙子，此时的裘阳天也觉得他们脸的确有点像。裘绝业说起自己想和裘阳天对练，但他好像很害怕。裘阳天觉得对方多半是来抢魏雪儿的，或者说是收到了大长老的命令。裘阳天马上就想到了这家伙可能是大长老派来试探自己实力的。大长老的野心很大，所以他很支持自己这个废物坐上家主之位。但是被称为废物的裘阳天突然打赢了天才的裘红书，所以大长老的计划就出现了偏差，他就找了一个人来试探自己实力或者打压自己。裘阳天再次表明了自己没有对练的想法，一看就知道赢不了，所以没必要打。李长老倒是认为裘阳天不一定会输。裘阳天说起对方比二姐还强，而且自己也不想卷进家族斗争，说着就拉起魏雪儿的手准备离开。这时一只手拉住了魏雪儿，这只手的主人正是仇绝业。裘绝业告诉魏雪儿裘阳天配不上他，他还让魏雪儿放弃裘阳天选择自己。怒不可遏的裘阳天让他松开手，马上去对练。一次简单的决斗竟然要赌上自己的青梅竹马，怒不可遏的裘阳天准备当场废了对方。就在刚刚，大长老的孙子仇绝业抓住了魏雪儿的手，气得裘阳天直接同意了和他对练。眼看对练即将开始，裘阳天又后悔不该答应对练。李长老告诉裘阳天，和不同的武人对练才能让实力更进一步。裘阳天抓住机会向李长老提出，无论输赢都要答应自己一个要求。李长老直接就拒绝了，并提醒裘阳天，如果输了未来成为家主会很不利。裘阳天说起自己反正也不想当家主。李长老也没想到裘阳天是真的不想当家主。裘阳天直接威胁李长老，如果不同意自己的要求，他就准备躺在地上认输了。李长老迫于无奈只得同意裘阳天的请求，但必须要赢下对练才行。裘绝业这时候说起有些对不住裘公子，因为去年和仇公子对决时下手太重，导致你在床上躺了1个月。重生回归的裘阳天已经想不起来那么久远的事情。裘绝业认为裘阳天打败二小姐也是偶然，他怎么也不想要弱者坐上家主之位，就算被这样嘲讽，裘阳天也无动于衷。裘绝业也向李长老提出，如果自己赢了也想要一个东西。李长老也认可了裘绝业的请求，并询问他要什么东西。裘绝业指出想要旁边这名侍女。听到这里的裘阳天怒气直飙升，李长老大笑着同意了请求，随即宣布对练开始。两人都释放出内力，相互僵持。裘阳天提醒裘绝业还不动手，在等什么？裘绝业解释对练就应该让弱者先进攻。事实上，裘绝业要抵挡裘阳天爆发出来的内力已经全力以赴了。他不敢相信裘阳天的内力竟然这么强，
这时裘阳天突然收起了部分内力，裘决业还以为裘阳天的内力快耗尽了。裘阳天向裘决业确认是否真的让自己先攻，得到确认的裘阳天一个闪身就到了裘决业身后，裘决业都还没有反应过来，裘阳天一脚踢向裘决业，但他还是避开了这一脚。裘决业还嘲讽裘阳天速度太慢，殊不知裘阳天右手已经运转了内力，这一拳狠狠地打在了裘决业的脸上。裘阳天抓住机会凌空一脚，这一脚更是直接踏在了裘决业脸上，红色的液体啪嗒啪嗒地滴在地上，裘决业口中更是一口鲜血叠出。裘阳天也没有再次进攻，而是给了他一次机会。裘决业表示是自己轻敌了，站起来的裘决业重新摆出了架势。裘阳天目前的内力只能支撑半刻钟，他必须要速战速决。裘决业摆出了架势，准备发动九龙赤黑剑。裘阳天知道这招的弱点，只要注意他的拔剑就行。火焰包裹的长剑划出了一道流光，裘阳天只是侧身就避开了这一剑。裘决业转身又挥出几剑，但都被裘阳天躲开。裘阳天看出来了，裘决业的招式虽然连贯，但弱点也很大，只要被中途打断就无法继续了。裘阳天将右手置于胸口运转内力，没有发现这点的裘决业还在进攻。裘阳天将内力从胸口打出，这股内力形成的热气直接冲击到了裘决业。裘决业还不知道这股热气怎么回事，裘阳天抓住机会，一拳打在了裘决业肚子上，直接将他整个人打飞了出去。裘决业当场失去战力，无法动弹。裘阳天反问裘决业：“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无论是家主之位还是其他什么都无所谓，我最讨厌的便是你竟然敢染指你配不上的东西，眼前之人竟然要去触碰他根本得不到的东西。”裘阳天准备捏碎他一只手，让他断了念想。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看出来这点的李长老阻拦了裘阳天，让他到此为止吧。事后李长老又说起裘阳天下手太重了，就不怕大长老报复吗？裘阳天表示他不是自己爬起来走回去了吗？多半也没啥事，而且自己又不当家主，得罪大长老也无所谓。李长老当即责骂裘阳天在说啥混账话。裘阳天觉得这家主谁爱当谁当都行，又询问魏雪儿想不想当。魏雪儿说起只要有吃的他要当老大。裘阳天开玩笑说起魏雪儿当家主比较合适，又想起魏雪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剑来着，身为剑尊的弟子每天都在做家务，也没看到他练剑，前世的魏雪儿也不是这种蠢兮兮的样子。一时之间裘阳天还想不起他学剑的具体时间。魏雪儿询问裘阳天是不是刚才对练伤到脑子了，少爷临死之前能不能把魏雪儿变成老大。裘阳天忍不住给他脑壳一拳。此时李长老也起身表示家主的事情下次再说。裘阳天马上叫住了李长老，笑着询问之前的约定咋办。李长老当即询问是要钱还是食物，裘阳天当即就否定了，他肯定不会提出这种简单的要求。裘阳天提出让李长老送他到四川去，李长老长叹一口气，向裘阳天确认送到四川就行吗？裘阳天还以为对方会拒绝，李长老还以为裘阳天要提出啥惊天大要求。裘阳天觉得这个事肯定不好办，四川又不是仇家的院子，让仇家独子到处乱跑肯定不会被允许，所以必须得有重要的理由才能出门。李长老让裘阳天去参加唐兵会展不就好了？裘阳天也想起了，唐兵会展是唐家每年邀请世家展示兵器召开的展会，其实参不参加都无所谓，只要用这个当出门的理由就行。发现这点的裘阳天马上就反悔了，直接向李长老要钱。李长老就像没听到似的说起，原来你是想马上出发呀？裘阳天又说起给钱不行，那就换一颗灵丹。听到这里的李长老兴奋地说，老夫尽快安排你去四川。裘阳天赶忙说自己要取消上一个请求，随便给点啥都行。李长老怒吼，现在立刻送你去四川。裘阳天表示是不是要做个准备，然后报备一下啥的。片刻后，仆人们已经准备好了裘阳天去四川的马车，剑尊魏孝君让魏雪儿在家陪他。裘阳天就这样踏上了去四川的路程。李长老还让裘阳天快去快回，魏孝君喊李长老快点进去干活了，老年人干活，年轻人难道不应该帮忙吗？李长老也只能应声答应。李长老又说起只剩他们两人了，要不要听点自己的牢骚话？前几天仇家家主问了自己有关医仙的事情，看样子他受人所托去寻医仙去了。李长老询问剑尊魏孝君为什么要找医仙，魏孝君对此表示沉默。李长老又说，如果前辈不想说，那就说点其他的事。前辈的孙女是不是叫魏雪儿？她好像并不是人类吧？那孩子究竟是什么？剑尊魏孝君身边顿时浮现出几把飞剑，警告李长老，九轮你越界了，说话记得注意点。李长老又说起每种生物都有量的差距，每个人应该都不例外，但是在那孩子身上完全感受不到一丝量的存在，医仙也不可能治好那孩子，你应该知道这不是病。李长老还想继续说时，剑尊阻止了李长老并否定了他，那孩子是人。李长老知道如果继续说下去肯定讨不到好果子吃，于是只能转身离去。剑尊魏孝君认为就算他不是人，只要教会他作为人缺少的东西就好了，为了雪儿可以顺利成长，他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几个时辰之后，剑尊才发现魏雪儿不见了。这个女人以嗜杀残忍而闻名天下，她亲手摧毁了自己所在的家族南宫世家，红属魔教的魔人们都不敢与她对视，但前世的她却死在了裘阳天怀里。重生之后的裘阳天又一次遇见了她。就在不久前，裘阳天被李长老送去了四川，出发10来天的车队即将到达四川，侍女和护卫还在准备晚饭。此时的裘阳天还在刻苦修炼，只听轰隆一声，一道内力轰出，内力耗尽的裘阳天无力地瘫软在地上。
修炼10多天的裘阳天发现内力提升的还是太慢了，必须要想点其他办法快速提升内力。像上次一样吸收魔石提升内力倒是一个好办法，考虑到那是天魔的功法，最好不要轻易使用。他可不想踏上曾经作为魔人的老路。这时一个声音吸引了裘阳天，裘阳天赶忙询问发生啥事了。侍女都被吓得跳下了马车。裘阳天掀开马车帘子，发现了从里面爬出来的魏雪儿，关键他还一脸傻笑的挠着头。这个要从出发前说起。魏雪儿的爷爷剑尊魏孝君不让魏雪儿去四川，魏孝君给出的理由是怕魏雪儿闯祸了没人管，还让魏雪儿赶紧帮少爷搬行李。在马车里帮忙的魏雪儿想着这次少爷出门可能1个月都回不来，一个声音传进了魏雪儿的脑海里。魏雪儿四处张望后啥也没发现，这时突然出现一只手推了一把魏雪儿，直接将魏雪儿推进了装货物的箱子里。此时的魏雪儿还以为谁在搞恶作剧，一双手伸向了魏雪儿，让她慢慢的失去了意识。魏雪儿就这样睡在了货箱里。这个声音好像在向她说对不起，接下来就拜托你了。魏雪儿就这样跟着裘阳天出发去四川了。魏雪儿信誓旦旦地告诉大家事情就是这样。裘阳天和护卫还有侍女3人直勾勾地盯着她，魏雪儿还以为他们没听清自己说什么。她再次告诉大家就是这样，谁也不信她是被鬼迷惑了才上了马车。这一路上魏雪儿一直在唠叨，看到猫头鹰又说起以前吃过还挺有嚼劲，就连蝙蝠也吃过，吓得裘阳天直接没收了他的药果。本想把魏雪儿送回裘家，但现在距离山西又太远了，也没办法。魏雪儿还想拿虫子换回药果，气得裘阳天直接把药果都扔了，这让裘阳天越发想把魏雪儿送回去。这时裘阳天好像感受到了什么，赶紧告诉护卫魔物出现了。护卫直接命令车队停下。裘阳天感受到了有4只魔物，其中1只魔物被一剑杀死。裘阳天又感受到魔物只剩下3只，一下就变成了2只，仅剩的1只魔物冲向裘阳天所在的马车。裘阳天运转内力准备解决它时，只见魔物后面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个人一剑将魔物解决。他还在向护卫解释他一个人出门没处理好魔物。魏雪儿还向这个人挥手，裘阳天也发现了这个人，看到这个人他就想起了不好的事情。女孩说起如果去四川的话要不要一起去，还介绍自己叫南宫菲儿。裘阳天实在想不通这个疯子怎么也要去四川。裘阳天前世的记忆中，乌鸦正啃食着尸体，南宫菲儿一人站在尸骸之中。裘阳天向他确认其他人咋样。南宫菲儿反问教主说了什么。裘阳天说起教主让我带你回去，但你肯定会像发疯一样到处跑。南宫菲儿直接戳穿了裘阳天后半句是他家的。裘阳天让南宫菲儿跟他走，此时的南宫菲儿还在看走左边好还是右边好。裘阳天让南宫菲儿不要搞事了，跟他走就行。南宫菲儿询问三尊是不是很强，裘阳天直接警告他不要做多余的事，三尊的对手是教主。南宫菲儿又问三尊到底有多强，比起他咋样，会不会比教主更强？这一系列问题问的裘阳天很烦躁，直接朝南宫菲儿丢出一发火焰，口中还咒骂南宫菲儿真是个疯子。南宫菲儿一剑就将火焰劈成了2半，还质问裘阳天是不是要干架。裘阳天只得长叹一口气，又告诉南宫菲儿走错路了。跟着裘阳天走的南宫菲儿又想问点什么，裘阳天警告南宫菲儿再问三尊的事就宰了你。南宫菲儿说起走这边过去会快点，裘阳天都不由得咒骂他在说啥屁话。就这样裘阳天1天就到达了目的地，南宫菲儿到达目的地是4天后。现在南宫菲儿又问裘阳天是不是要去四川，能不能带他一起去。裘阳天直接拒绝了，他还说车队不走四川方向，关键也不知道小姐是不是真的是南宫世家的人。听到这里的南宫菲儿说着原来如此，只见他眼神微变，一股雷霆般的内力缠绕在他周身，这股强大的内力直冲云霄。裘阳天赶忙把魏雪儿藏在身后，护卫也准备拔剑，只听轰隆一声爆炸声传出。南宫菲儿表示因为还不能完美控制这一招，只能展示这么多，这样能不能证明自己来自南宫世家。裘阳天也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南宫家的人，但车队不能和使用这种危险武功的人同行。夜晚，南宫菲儿一个人坐在火堆旁，烤着一只大青蛙。魏雪儿发现了正在烤青蛙的南宫菲儿，裘阳天想不明白，已经拒绝了南宫菲儿同行的请求，他为啥还要跟在马车后面？现在只能当他不存在了。裘阳天还命令魏雪儿不要和南宫菲儿搭话，殊不知魏雪儿早就跑到南宫菲儿旁边给青蛙剥皮了。裘阳天一把抓过魏雪儿，问她在干啥。魏雪儿解释姐姐要吃青蛙，雪儿在帮忙。察觉到南宫菲儿视线的裘阳天长叹一口气。裘阳天表明自己知道小姐是南宫家弟子，但是不理解南宫家怎么会让自家大小姐独自出门。南宫菲儿解释她是和大家一起出发的，但中途迷路了。裘阳天说起我们都说了不是去四川，你为啥还要跟过来？听到这里的魏雪儿略显惊讶的样子，她先望了望裘阳天，又看了看南宫菲儿，满脸震惊的质问，难道我们不去四川了吗？现在的裘阳天只后悔没有早点把她送回去。裘阳天只得告诉南宫菲儿要跟的话随意跟，但不要做多余的事情。南宫菲儿又做了一次自我介绍，并让裘阳天也说一下名字。裘阳天想了又想，索性介绍自己叫裘绝叶。2天之后，裘阳天就顶着裘绝叶的名字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这一路上，魏雪儿黏到南宫菲儿一路说个不停。裘阳天命令魏雪儿赶紧上马车，但魏雪儿非要拉着南宫菲儿一起。裘阳天当然不愿意和他过多接触。裘阳天又询问护卫还有多久才到四川，护卫解释按原来的速度1天，现在需要3天。护卫都劝说裘阳天让南宫菲儿上马车咋样？裘阳天想了又想，决定找个村子休整一下。一次简单的比武竟然干碎了对手的蛋蛋，
重生回归的魏雪儿直接抢夺了现世魏雪儿的身体控制权，还有1天的路程就到达四川。裘阳天几人来到了一个村子，准备休息一下。魏雪儿闹着想和南宫飞儿一起睡，裘阳天斥责魏雪儿赶紧从南宫飞儿背上下来。名门世家的千金背着别人家的仆人，完全不像话。魏雪儿还偏着脑袋不肯下来。一群穿着和南宫飞儿一样衣服的人赶了过来，为首的白发男孩还在呼喊姐姐，急切地询问他到底去哪了。南宫飞儿自责地解释自己迷路了。白发男孩提醒南宫飞儿为啥不绑在一起走，南宫飞儿解释那样太羞耻了。白发男孩又询问背上的人是谁，魏雪儿介绍自己是雪儿旁边的是少爷。裘阳天一眼就认出了对方是前世的武林武剑，现在的雷龙南宫清君。裘阳天介绍自己叫仇绝业，并表示见到雷龙不胜荣幸。南宫清君挠着头打着哈哈，谦虚地回答过奖了。他又瞬间变了一副脸，质问裘阳天几人怎么和姐姐在一起。裘阳天解释一起来四川的路上碰到的。南宫飞儿当即发问，之前不是说不去四川吗？就连魏雪儿都用莫名的眼神看向裘阳天。南宫清君说起他们已经找到了住的地方，并邀请裘阳天一起过去休息。裘阳天为了不和南宫飞儿搅和在一起，直接就拒绝了。此时护卫过来提醒村里已经没有多余的房间了，他们还是只能和南宫世家的人一起住。裘阳天知道南宫飞儿成为魔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摧毁了自己所在的南宫世家，不管是家主还是弟弟还有弟子，一个活口没留，因此他也获得了魔剑后这一称号。裘阳天实在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做那种事，而且现在的他看起来和雷龙关系也不错。从上次南宫飞儿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他应该比雷龙更强，但他在武林中并没有什么称号和传闻。裘阳天觉得南宫飞儿的弟弟雷龙看起来也很正常。刚好出门的裘阳天就遇到了雷龙南宫清君。裘阳天向对方打招呼，并感谢对方给他们分了房间。南宫清君直接撞开了裘阳天，还提醒裘阳天要注意自己的身份。裘阳天还不知道咋回事，南宫清君郑重地告诉裘阳天，就凭你的实力，以后不要和姐姐搭话，又警告裘阳天如果再迷惑自己姐姐，就要将她碎尸万段，还有那个骑在姐姐身上的死丫头。这时南宫飞儿打开了房门，南宫清君又笑着向裘阳天表示招待仇公子是自己的荣幸。南宫清君就这样推着南宫飞儿离开了。裘阳天也算是知道了这些人都是一群疯子。这时护卫找了过来，裘阳天询问还有多久可以出发，护卫回答吃了早饭就可以。裘阳天都庆幸护卫还是正常人，裘阳天只想吃了饭早点远离这群南宫家的人。推开门就发现了南宫飞儿和魏雪儿。裘阳天不理解魏雪儿为啥要和南宫飞儿坐一起吃，裘阳天只得提醒南宫飞儿的座位不是这边，你看你弟弟的眼神都快杀人了呀。南宫飞儿不可置信地转过头，南宫清君立马变成了一副喜笑颜开的样子。裘阳天想着只要过了唐兵会展就好了，匆忙吃了2个包子就准备离开。魏雪儿马上跟了上去，南宫飞儿也想跟上去，但还是忍住了。这时一股恶臭袭来，这让南宫飞儿不由得捂住了鼻子。南宫清君也走了过来，又询问南宫飞儿为什么坐这边。从南宫飞儿视角来看，南宫清君简直是恶臭的集合体。南宫清君提醒他下次一定要坐到正确的位置。南宫飞儿的眼里只有裘阳天身边才没有恶臭，他连早饭都没怎么吃就准备离开。就这样南宫飞儿又跟上了裘阳天。雷龙南宫清君掰着手指咒骂着这群碍事的人。裘阳天询问南宫飞儿为啥还跟着他们，南宫飞儿说起没有跟，只是一起走。裘阳天又说起那你为啥不和同伴一起走。南宫飞儿正要解释时，魏雪儿冒出来说是自己带他过来的，气得裘阳天要把魏雪儿扔下马车。这之后他们到达了四川。四川唐门是在四川扎根了数个世纪的名门正派，锋利如南宫世家，霸道如河北彭家，纤细如慕容世家。唐门虽然不能和其他世家相比，但是铁和毒方面堪称中原第一。裘阳天思考着如何在唐兵会展召开的3天内找出宝藏，他知道的唯一情报就是宝藏在唐家周边，但是这么大地方如何寻找宝藏？这时魏雪儿一声尖叫惊吓到了裘阳天。魏雪儿说起她第一次来到这么高的地方，还让裘阳天看看下面还有萤火虫，又说起这下面有一个很漂亮的湖，还要拉着裘阳天一起下去看。来到下面之后才发现只有一个小池塘，裘阳天没办法，只能给魏雪儿脑壳2拳。他无法想象这个唐家到底有多大。此时的魏雪儿还拿着2朵花和裘阳天开玩笑。魏雪儿说起她也想让少爷开心一点。裘阳天询问魏雪儿如果这里藏了宝物应该怎么找出来，板着脸的魏雪儿抱怨宝物为什么要藏起来。这时有人上前大吼，你们是什么人？这里可不是闲杂人等随便出入的地方。裘阳天也想起了这个女人是谁，前世她一人就击退了几千魔人，她正是毒妃唐少烈，也是前世被裘阳天杀死的女人。裘阳天来到了奄奄一息的毒妃面前，质问她这就结束了吗？毒妃也听出了这个熟悉的声音。裘阳天询问她守在这里能改变什么，毒妃也知道什么都不能改变。裘阳天再次询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毒妃反问裘阳天为什么来这里。裘阳天一把掐住了他的喉咙，来这里当然是杀了你。毒妃向裘阳天道歉说对不起他，因为他在失去双眼之后才看到某些东西，还不如早点放手。裘阳天询问他遗言就这些了吗？毒妃说起如果有时间的话希望。最后裘阳天还是扭断了毒妃的脖子，随即转身离开。看着捏断毒妃脖子的手，他自己都觉得恶心。现在的毒妃唐少烈还在询问裘阳天为什么不说话。裘阳天看到现在的毒妃只觉得对方像个小孩一样。这时一只手搭在了唐少烈的肩上，南宫飞儿在他耳边说着什么。这之后唐少烈向裘阳天做了自我介绍还道歉了。
裘阳天也介绍了自己叫裘觉夜。唐少烈又询问裘阳天为什么在这里，因为这里是获得允许才能进入的地方。明白这点的裘阳天也准备离开。裘阳天和魏雪儿离开之后，唐少烈还说起仇家的人是不是很没礼貌，犯了错没有道歉就跑了，是不是长得好看就了不起？那些靠脸的家伙都很讨厌。南宫菲儿就在旁边看着唐少烈一直说，发现讲错话的唐少烈又慌忙的解释，不是说他长得好看。南宫菲儿倒是想不起来裘阳天哪点好看。唐少烈走的时候还不忘说着还是温柔的人更好。唐兵会展即将开启的前一天，裘阳天准备修炼一下打发时间，南宫菲儿和南宫清君找了过来。裘阳天询问到底啥事，南宫菲儿半天只说出来一个饭。南宫清君热情的给他解围唐门，邀请大家吃饭，姐姐希望你一起去。裘阳天也笑着说自己比较腼腆，他以为这么说对方就能理解了。南宫清君一把拉过裘阳天，再次邀请裘阳天一起去。裘阳天也不理解这家伙到底咋回事，就算不去也硬要拉他去一样，这让裘阳天实在忍不了，直接爆发出内力，一副要和南宫清君动手的姿态。南宫清君也只得松开手，场面的氛围也顿时变得奇怪。裘阳天想着也没办法拒绝了，还是决定去参加宴会。裘阳天一把搂过南宫清君，轻声告诉他注意一下表情管理，你姐姐正看着呢。南宫清君很生气，但又不能爆发出来。唐家客厅桌面上摆放满了麻辣的食物，这让裘阳天实在没法下口。唐家少家主唐周义寒暄几句后，宴会开始。裘阳天还是第一次看到红色的馒头，准备尝试一下。他发现有一个视线正盯着自己，独飞唐少烈以一种莫名的眼神盯着他。前世每次见到他也是这种眼神，这一世也是这副样子。裘阳天咬了一口红包子，顿时把他辣的不行又不能吐出来。唐少烈看到这一幕更脸红了，裘阳天实在吃不下去这种太辣的东西。旁边有人给裘阳天递了一个茶杯，还告诉裘阳天哪些东西不辣。这个人正是南宫菲儿，这一行为直接戳中了裘阳天。看到这一幕的南宫清君气得发抖，直接把筷子都捏断了。唐周义调侃，看来唐家筷子不结实。南宫清君只能解释自己不擅长用筷子。这时唐少烈直接坐到了裘阳天旁边，裘阳天也不知道咋回事。裘阳天询问唐少烈，一直盯着自己是不是有话要说。唐少烈慌乱解释没有。这时唐少烈询问裘阳天，你有喜欢？南宫清君大声说话打断了他，堂兄下面是不是修炼场？唐周义解释那是唐家专用修炼场，但是建成后一直没人使用。南宫清君说起他想去看一看，唐周义顺着他的话就说用餐后大家一起去看。裘阳天都看出来了南宫清君有啥目的。裘阳天不得不承认唐家的修炼场的确很大。唐周义解释先祖们觉得大一些会好些，南宫清君也认同这点。唐周义又说以前少烈小时候闹着要比试用过几次，唐少烈顿时害羞的说不出话。拿出武器的南宫清君说起吃了饭应该消化消化，询问裘阳天要不要和他比试一场。裘阳天看出来了南宫清君是想找借口修理他，裘阳天赶忙否认自己怎么敢和雷龙对练，正想拒绝时，唐少烈先帮裘阳天拒绝了。清君公子和裘公子不管年龄还是水平都差距很大，要是不小心伤到脸咋办？南宫清君表示相互不使用内力，类似指导形式的比武，又挑衅一样的询问裘阳天如何。裘阳天实在忍受不了南宫清君的嘴脸，当即质问南宫清君你水平够吗？唐周义赶忙打圆场说不管怎么说清君也是前辈。南宫清君招了招手打断了唐周义，他想看看裘阳天到底多厉害。比武正式开始，南宫清君让裘阳天先攻，裘阳天反让南宫清君先攻，气得南宫清君咬牙切齿，直接朝裘阳天攻去。裘阳天侧身轻松躲避，南宫清君又发动了连环攻击。裘阳天看出来了，这两次攻击都是佯攻，真正的进攻现在才开始。唐少烈直勾勾地看着这一幕，他从小就与众不同，其他孩子都还在追猫猫狗狗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追老虎了。凶恶的眼神，锐利的牙齿，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不可侵犯的气息。唐少烈喜欢强大的雄性动物，他期待如果能在唐兵会展遇到像螳螂这种男人就好了。他不明白大家为啥都喜欢看脸，他以为这个世界没有像螳螂这种男人时，他遇见了一生都无法遇见的真爱。仅是看着他就脸红心跳，对方看起来只是一个普通的世家少爷，在唐少烈眼里，裘阳天身边仿佛在发光，各种行为都太帅了，不知不觉就坐到了裘阳天身边。等他发现时已经太晚了，他准备进一步了解时，被折断的断剑飞了过来，砰的一声，断剑直接插在了地面。南宫菲儿和唐少烈都露出了震惊的眼神，简直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雷龙南宫清君的剑断了，裘阳天蔑视着对方，惊呆了的唐少烈双腿发软瘫软下来。南宫清君也不知道剑怎么断了，前面两招他的确放水了，可后面拼尽全力也无法打倒对方。如果是实战，你已经死了3次了。裘阳天说着便一拳打向南宫清君，但南宫清君直接就避开了。裘阳天提醒他重新拿一个好点的武器，因为指导的话总得教点啥才对。气得南宫清君咬牙切齿。裘阳天继续挑衅道，让我来指导你也不是不行。此时的南宫清君直接运转了内力，裘阳天也看出来了这点，被雷电包裹的南宫清君整个人化成一道流光，裘阳天还是躲开了这次攻击。裘阳天也怒了，对方竟然还使用内力。南宫清君运转内力，无数剑气朝着裘阳天袭来，但他的剑气都被裘阳天击碎。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眼前之人竟然比他更强。裘阳天缓缓开口，你知道吗？我已经忍你很久了，
裘阳天一个闪身贴近了距离，又一脚踢在了南宫清君的裆部，这一脚正中男人的某个部位，南宫菲儿都瞪大的眼睛，唐周义想拦也拦不住了，唐少烈更是捂住了嘴，南宫清君也感受到了剧烈般的疼痛，只听咔嚓一声，蛋蛋就碎了一地，南宫清君无力的捂着裆部，他还是一副怒视的眼神。裘阳天嘲讽道：“会不会真碎了？”剧烈的疼痛让南宫清君不停的嚎叫，嘴上还是一副不认输的样子，又说裘阳天是个卑鄙的家伙，还说要把这件事告诉所有世家，让裘阳天抬不起头。裘阳天突然质问南宫清君：“你杀了多少？至少有10来人吧？”南宫清君还没懂裘阳天什么意思，裘阳天直接擒拿住了南宫清君的右手，准备将他折断。唐周义阻止了裘阳天，让他到此为止。裘阳天说起这家伙偷偷用内力还口无遮拦，这种人你觉得没问题吗？唐周义警告裘阳天，这可是南宫家的人，谁也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裘阳天解释，因为他是南宫家的人，自己才一直放过他，如果彼此换一个身份会怎样？这让唐周义也没了办法，只能长叹一口气。裘阳天直接扭断了南宫清君的胳膊，随后淡然的离开。不过他刚走2步就感觉到了不对劲，这是不是又闯祸了？如果告诉李长老自己把南宫家的公子打伤了，他应该不会计较吧？裘阳天认为只要有人正在场就还好。这时一只手拉住了裘阳天，南宫菲儿让裘阳天告诉他名字。裘阳天一把甩开南宫菲儿，说自己不是说过叫仇绝业吗？南宫菲儿指出裘阳天在说谎。裘阳天还以为南宫菲儿要给弟弟报仇，但此时的南宫菲儿看到弟弟被打成那样，也毫无感情波动。南宫菲儿抓住了裘阳天双手，让裘阳天告诉他真正的名字。面对如此场景，裘阳天也无奈。裘阳天询问南宫菲儿是不是告诉了就不会跟着自己了。南宫菲儿一副理解的样子，点头答应。裘阳天考虑一会之后，还是说出了真实名字，叫裘阳天。南宫菲儿脸红的念叨着裘阳天。在这之后，揍了南宫清君的裘阳天也不太好去参加唐兵会展，刚好趁这个时候去找一找宝藏。他无法想象护卫知道了自己把南宫家公子废了会怎样。此时的另一边，护卫正在焦急地寻找少爷裘阳天，又询问魏雪儿有没有看到少爷。魏雪儿当然不知道。随后护卫向魏雪儿解释少爷用餐之后就没有回来。护卫还在苦恼怎么向家族汇报把南宫家公子打了这件事。魏雪儿眼神中闪过一道金光，她露出一副哀怨的眼神看向前方。金川燕家曾经是武林第一富商，不仅有强者坐镇，还掌握中原的经济命脉。但是某一天，整个金川燕家突然就消失了。根据记录，金川燕家留下的宝藏在一棵白色枫叶树下。裘阳天在山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白色枫叶树，裘阳天都吐槽秋天哪来的白色枫叶树。此时裘阳天肚子也饿了，之前的包子太辣了，啥也没吃，浪费力气对练了还要来爬山。这时魏雪儿递上了药果，裘阳天下意识说出朱雪儿这种时候还是有点用。魏雪儿辩解自己才不是猪，帮上忙的魏雪儿还挠着头。反应过来的裘阳天当即质问他为什么在这里。魏雪儿嘿嘿一笑，把背上的食物都拿了出来，还解释自己是靠感觉才找到这里的，只要有雪儿在，少爷就不会担心了。裘阳天只得让他赶紧坐下，生怕灰尘掉进饭菜里。裘阳天念叨着白色枫叶树果然是骗人的，魏雪儿当即否定了，因为她刚刚才看到了，还很漂亮。裘阳天当场就愣住了，当即询问在哪看到的。魏雪儿解释之前还和少爷一起看过。裘阳天一脸莫名其妙。随后魏雪儿带着裘阳天来到了一棵枯树面前，裘阳天完全不信眼前的树是白色枫叶树，掰了掰魏雪儿眼睛，询问她是不是看错了。裘阳天准备离开的时候，魏雪儿一脸认真的说自己没有撒谎。前世的魏雪儿很确定白色枫叶树就是这里，白色能量在她周身浮现。裘阳天确认没有白色枫叶树之后，他准备回去找李长老修炼。魏雪儿用手将空间破开了一道口子，裘阳天当即喊魏雪儿住手，他明显的感觉到那边很危险。这个裂缝被魏雪儿戳开之后，就变得越来越大，一道蓝色光芒闪过，小的空间裂痕被破开后变成了一道巨大的裂缝，白色枫叶树也出现在了裘阳天眼前。魏雪儿也转身看向裘阳天，向他确认是这里对吧？裘阳天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也猜出了这是魏雪儿做了什么事才导致发生了空间分裂。他询问魏雪儿是怎么做到的，魏雪儿装傻说不知道。裘阳天说自己可是看到你把手放上去了，魏雪儿就是装傻。裘阳天很气，但也很无奈，他准备等回去之后再找他算账。裘阳天在白色枫叶树周边仔细检查，在树后面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魏雪儿解释这是入口，说着就跳了下去，还让裘阳天赶紧跟上。裘阳天一咬牙，只能选择跟上去。裘阳天跳下去之后，一个男人也来到了这里，他口中还在咒骂着什么。裘阳天庆幸这里不太高，真是太好了。裘阳天让魏雪儿不要胡乱行动，太危险了。两个洞口出现在了二人眼前，裘阳天也不知道往哪儿走时，魏雪儿指了一个方向，于是裘阳天就跟着魏雪儿走到了一个入口。裘阳天想起了今天的魏雪儿有点莫名其妙，魏雪儿还说起今天的少爷愿意听雪儿的话，是个好少爷。这时一直跟踪他们的男人也跟了上来，裘阳天一直跟着魏雪儿的呆毛走，但完全感觉不到尽头。魏雪儿让裘阳天相信自己就好了，于是就走到了一个漆黑的地方。裘阳天忍不住给了魏雪儿脑壳一拳，怎么把她带到了这个地方？这里的夜明珠还失去了光芒，而且这个房间里什么都没有。魏雪儿拍了拍裘阳天肩膀，她感觉到好像有东西，吓得魏雪儿一个寒战。一个白色生物在周围游动，裘阳天赶忙把魏雪儿拦在身后，一条白色巨蟒出现在二人眼前，这把裘阳天和魏雪儿吓坏了。天下第一的青梅竹马重生归来，只为守护前世没能守护的他。
回归之后的他剑术依旧无敌。就在刚刚，魏雪儿带着裘阳天找到了金川燕家的宝藏，但这里有一条白色巨蟒。裘阳天赶紧将魏雪儿护在身后，他没想到宝藏里竟然还有魔物，还是这样一条巨大的魔物，而且这条魔物至少也是轻级魔物。裘阳天庆幸此时的魔物还没苏醒，他准备这样偷偷溜出去时，魔物突然睁开了眼睛。裘阳天也犹豫要不要动手，魏雪儿瞳孔也变成了金色。裘阳天判断眼前的魔物根本不是自己可以打赢的对手。此时魏雪儿的瞳孔也恢复了正常。裘阳天运转内力决定和魔物拼命时，巨蟒向裘阳天传音让他收起力量，并表示没有伤害二人的打算。搏了2世的裘阳天都不敢相信魔物还能说话。巨蟒说起他很好奇，不是金家血脉的人为何能找到这里。裘阳天随口说出就是找到了。此时的巨蟒就好像注意到了什么似的，说着原来是这样啊，又询问裘阳天为什么来这里。裘阳天解释自己也是偶然进来的。他心想，如果被大蛇知道自己是来找金川燕家的宝藏，多半不会放过他们。巨蟒就好像看透了裘阳天一样，还告诉他要找的东西似乎已经没有了。巨蟒贴近裘阳天，郑重地询问他：“你认为命运是什么？”裘阳天反问：“这是什么破问题？”巨蟒直接愣住了几秒，突然就大笑起来。裘阳天都觉得他这是老糊涂了还是咋的。巨蟒这时说起：“看到并非燕家血脉的你们踏足这里时，便知道了，他们大概已经消失了。自己对消失的人还有什么留恋？又到底为何而坚守？”裘阳天见状，马上拉着魏雪儿准备告辞。巨蟒丢出了一颗水晶球，还告诉他这是陪自己说话的报酬。裘阳天还以为这是魔石，如果是怀揣着这些东西的你，说不定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裘阳天捡起这颗水晶球，就发现了不对劲。这颗水晶球上面虽然没有魔石的气息，但魔道千息功却在吸收它。裘阳天面目狰狞，一副很难受的样子，一双手放在了他的背后。正是魏雪儿用双掌抵在裘阳天的身后，为他输送内力。即将失去意识的裘阳天询问对方是谁，说着就失去了意识，倒在了地上。巨蟒询问魏雪儿是否满意了，被金色内力包裹的魏雪儿反问巨蟒：“你竟敢问我满不满意？”巨蟒还让魏雪儿把威压收起来，如此强大的威压可不是昏迷就了事了。巨蟒说起你扭曲了许多东西，这就是你的选择吗？魏雪儿又反问巨蟒：“怎么？你理解不了？”巨蟒表示因为太理解了，所以感到惋惜。魏雪儿询问巨蟒为何将宝玉送给第一次见面的人，巨蟒解释这只是偶然的变数罢了，等待一个不会来的人太孤独了，自己也放弃了。这样说着的巨蟒身体也在逐渐消失，他的整个身躯都化成了花瓣，消失在了这个房间。魏雪儿感叹命运就是如此反复无常，又说着真是个愚钝的家伙，好不容易获得的第2次生命，却为了保护自己。此时一个声音让魏雪儿现在还给我吧。魏雪儿说起还要再借用一小会儿，因为现在依旧很危险。此时跟踪魏雪儿的男人也找到了这里。男人询问魏雪儿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魏雪儿冷冷地说：“区区一个给南宫家收拾烂摊子的垃圾而已。”听到这里的男人差点就拔出了剑，他无法想象自家的少爷南宫清君输给了这种爬山都能累得晕倒的废物，并威胁魏雪儿交出裘阳天就放过他。魏雪儿质问男人：“这是那个垃圾的意思，还是南宫家的意思？”气得男人当场将剑架在了魏雪儿脖子上。竟然敢对南宫家那位大人出言不逊！魏雪儿一根手指抵在了嘴角，因为她只想安静地解决这一切。金色的内力在四周扩散，男人甚至没注意到自己的手已经被斩下了。突然的疼痛让男人不由得大喊大叫：“魏雪儿，让他安静点！”此时的魏雪儿周身浮现出了几把金色长剑，她的头发也变成了金色。她睡得正香，可不能把她吵醒了。重生回归的魏雪儿想多看一眼喜欢的人都不被允许，她只期待终有一天还能与他再次相见。就在不久前，被折断手臂的雷龙南宫清君还是无法接受败北的结果。他认为裘阳天一定是用了什么邪术，他换来了手下马铁，准备向裘阳天复仇，但裘家的护卫太强了，完全没有机会。而现在裘阳天和护卫分开了，马铁认为现在是一个好机会。南宫清君给出的命令是拧下裘阳天的胳膊，再解决掉他，这才算等价的复仇。马铁就这样一路跟踪魏雪儿，找到了裘阳天。但眼前的魏雪儿一剑就斩断了他一只手臂。马铁放低姿态询问他到底是什么人。魏雪儿思索片刻之后：“你已经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了。”一剑又斩下了马铁的另一只手臂。这种必死之人竟然还敢向自己提问，关键魏雪儿能完全控制这具身体的时间也不多了。他将视线停留到了裘阳天身上，马铁也抓住了这个机会全力逃跑。他想都没想，直接朝着出口冲了出去，只要能逃出去就还有机会。马铁一辈子也未曾见过如此怪物般的存在，但他仅跑到一半，整个人就倒了下去。在他不知觉的情况下，连首级都被斩落了。魏雪儿原本是想把第一次杀人的选择权交给现世的魏雪儿，她向现世的魏雪儿表示歉意。现世的魏雪儿再次要求前世的魏雪儿把身体还给她，但前世的魏雪儿还想和裘阳天待一会儿，只要一会儿就好。现世的魏雪儿强调这是她的身体，前世的魏雪儿也无法反驳。她这时候说起现在还是未来都是你的。即将完全消散的巨蟒询问魏雪儿要走了吗？魏雪儿自己也知道这副身体太勉强了。巨蟒又询问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存在吗？魏雪儿表示稍微知道一点。巨蟒告诉魏雪儿这是一条艰苦的道路。彻底消失前的巨蟒祝愿魏雪儿还能有未来。魏雪儿自己都不知道还有没有那种未来，
他只希望能和裘阳天再次见面。魏雪儿就这样守护着裘阳天。不久之后，裘阳天才睁开眼睛，魏雪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醒来的裘阳天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订婚了，订婚了！裘阳天和南宫菲儿竟然订婚了。就在不久前，魏雪儿带着裘阳天找到了白色枫叶树，但密库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白色大蛇。这条巨蟒还给了裘阳天一颗珠子，这颗珠子还被裘阳天吸收了。裘阳天向魏雪儿解释刚才的一切。魏雪儿说起哪来的蛇和珠子，少爷又在做梦了。裘阳天认定魏雪儿在说谎。魏雪儿和裘阳天极力争论，雪儿找到了白色枫叶树，少爷还从大蛇那里得到了珠子，这种故事谁会信？裘阳天都吐槽魏雪儿怎么在这种时候就能正常思考。裘阳天又询问他们怎么被带到这里来的，魏雪儿解释自己也不知道，一醒来就这样。这时裘阳天胸口一股疼痛感袭来，他赶忙坐下运功调息。裘阳天发现吸收了那颗珠子之后，内力增长了许多，目前的实力虽然是3星，但内力已经非常接近4星。裘阳天猜测是大蛇将他们搬到了外面，还消除了魏雪儿的记忆，继续待在这里可能会被护卫批评。于是裘阳天准备动身回去，还要背着魏雪儿下山。魏雪儿脸红的说起昨天吃的有点多，可能有点重，扭扭咧咧的不想让裘阳天背。背上魏雪儿的裘阳天觉得他果然不算太轻，但现在的裘阳天有3星的火轮功加上4星的内力，完全没问题。他就这样背着魏雪儿朝着山下奔去。现在裘阳天只觉得浑身轻如鸿毛，两人就这样穿梭在山下。护卫还在走廊上焦急的踱步，如果少爷出事了，那自己的手机多半就保不住了。这时裘阳天背着魏雪儿回来了，护卫当即质问裘阳天怎么一声不吭的就消失了。裘阳天只能打着哈哈解释，这不是回来了吗？护卫又询问裘阳天到底去哪了。魏雪儿抢先回答去山上见了大蛇。裘阳天直接捂住了魏雪儿嘴，生怕他乱说话。他告诉护卫自己就在附近散了个步。护卫一看就知道裘阳天的身上应该发生了什么事，既然都被发现了，裘阳天也不准备掩饰，解释自己得到了一点机缘。这时裘阳天感受到周边有2股多余的气息，这2个人正是毒妃唐少烈和南宫菲儿。看见裘阳天的毒妃吓得连食物都掉。裘阳天先询问唐少烈是不是在等自己，又询问南宫菲儿不是答应过不会再来烦自己了吗？唐少烈辩解自己在这里不是为了等仇公子。南宫菲儿吃着食物说他也没有添麻烦。裘阳天直接质问2人来这里到底想干啥。唐少烈一脸认真的解释自己是来打招呼的。南宫菲儿也是同样的理由，虽然还没来得及打招呼，裘阳天庆幸雷龙南宫清君还好没来。南宫菲儿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突然举起了右手，他同样发现了裘阳天内力的变化。裘阳天撇开视线解释发生了一点事。唐少烈还在询问裘阳天喜欢毒药还是短剑。此时的南宫菲儿已经变得很奇怪，捏断筷子的南宫菲儿表示要和裘阳天对练。听到又要对练的裘阳天直接倒在了护卫身上，表示刚才修炼太累了，现在头好晕。看到护卫还没理解自己的意思，他又给护卫一直使眼色，护卫这才将唐少烈和南宫菲儿请出去。临走之际，唐少烈说起有一件重要的事，他向裘阳天递出了明年唐兵会展的邀请函。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裘阳天还是接下了邀请函。虽然明年应该来不了，唐少烈和南宫菲儿走在回去的路上，唐少烈看见南宫菲儿一副很开心的样子，他的表情不由得发生了变化。唐少烈直接询问南宫菲儿是不是喜欢裘公子。南宫菲儿想了又想，便反问唐少烈什么是喜欢。被问到这个问题的唐少烈结结巴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能结束了这个话题。南宫菲儿询问唐少烈之前说要给自己的东西是啥，唐少烈泪汪汪的解释刚才给仇公子的邀请函本来是给你的。对此南宫菲儿倒是无所谓，作为赔礼，唐少烈准备邀请南宫菲儿喝点好喝的毒药。此时的南宫菲儿眼里唐少烈身边也充满了臭味，他不得不忍耐这种恶臭，他只得安慰自己很快就能和裘阳天再次见面。此时的南宫世家，南宫家主正在斥责雷龙南宫清君，只是安排你去照顾姐姐南宫菲儿，结果还损失了一个护卫。南宫清君也在疑问马铁怎么还不回来。马铁已经到达了绝顶高手行列，不可能失败才对。爆发出内力的南宫家主质问南宫清君，知不知道我对你失望的点在哪？不是你输给了不知名的后起之秀，也不是你在比武途中起了杀心，失望的是你没能给这件事好好收尾。南宫家主也没打算责罚南宫清君，只是让他暂时在家闭关，不要外出。南宫家主最后提醒南宫清君忘了和裘家之人对练这件事。南宫清君询问父亲这是什么意思，南宫家主回头蔑视的看了他一眼，南宫清君就畏惧的低下了头。南宫家主解释，等你成为家主你就明白了，在此之前不要对裘家动手，说不定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听到这里的南宫清君顿时就呆住，还想反问到底是什么意思。此时的山西裘家，裘阳天一脸懵逼的询问李长老在说啥，李长老又重复说了一遍你的婚约被提上日程了。裘阳天还以为李长老又在说什么笑话，最关键的还是裘家和彭家刚废除了婚约。李长老指出和彭家婚约不都是你说了混账话导致的，现在这桩婚事还是老夫亲自为你牵线才达成的。魏雪儿还询问少爷是不是要订婚了，裘阳天解释那是李长老在开玩笑。魏雪儿又询问婚约是啥能不能吃，
这里咱们说一个题外话，魏雪儿在小说里很多章之后才知道订婚是啥。后面他知道订婚是啥之后，好久都不和南宫菲儿说话。这时护卫过来告诉裘阳天婚约的事情是真的，因为大街小巷已经传遍了。裘阳天实在想不通，到底是哪个家族要和自己这种名声狼藉的家伙订婚。他直接询问李长老到底是和哪个家族订婚，具体是哪位小姐。李长老让裘阳天不要太惊讶，先说出一个男字。裘阳天也猜出了是南宫世家，他无法想象南宫世家到底是得到了什么样的好处才会和裘家定下婚约。裘阳天又疑问，南宫世家不是只有一位女眷吗？李长老解释，那说不定你们已经在唐兵会诊见过。听得裘阳天都愣住了，和裘阳天定下婚约的人正是南宫菲儿。重生的裘阳天再次见到了前世被他杀死的姐姐。就在刚刚，裘阳天脱口而出自己竟然要和南宫菲儿那个疯子订婚。李长老当即斥责裘阳天这次千万不要和订婚对象说这种混账话，而且这是世家决定的事情，有什么不满可以向家主反映。比起这个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你大姐回来了。听到这里，裘阳天整个人都不好了。天下最强三尊的霸尊曾经说过，现在是流星的时代，各式各样的天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出生在这个时代的你好像生错了时代，和你姐姐比起来你太平凡了，所以他很讨厌大姐黑凤裘熹妃。裘阳天下意识东张西望，寻找藏身的位置。李长老按住了裘阳天，还询问他要往哪儿走。裘阳天拜托李长老能不能装着没看见自己，但李长老可不管这种事。裘阳天又告诉李长老自己要消失几个月，不要找他。李长老威胁裘阳天再乱来就打晕他。裘阳天表示能不能晕1个月。此时的后院仿佛有一阵火焰正在燃烧，一个声音命令裘阳天赶紧过去。裘阳天当即命令护卫快去堵门，随便拿点木头堵上也行。听得护卫也纳闷怎么回事，护卫随手捡起一根扫帚插起来当门栓。一个声音从门后传出，姐姐来了，弟弟却在堵门，大门都被火烧出了一个洞。只听轰隆一声，门就被炸开了。裘熹妃捏着拳头走了进来，还念叨着弟弟真没礼貌，这把裘阳天吓坏了。裘熹妃收起了内力，向裘阳天打招呼。在李长老的逼迫之下，他只得撇开视线回应。裘熹妃又说起，你现在混得不错呀，是不是忘了膝盖怎么伸展？听到这里的裘阳天当即跪了下来。李长老还夸奖裘熹妃还是那么友善。趁着李长老和大姐正在谈话的间隙，裘阳天还在想如何逃跑。大姐质问裘阳天知道自己错哪了吗？裘阳天说出了错在打算堵门和打算逃跑，但这都不是正确答案。他又说出是不是打赢了二姐，大姐都惊讶裘阳天打赢了裘红书，但这好像也不对。大姐这才说出了订婚，竟然不是先通知他就订婚了。裘阳天赶忙解释自己也是今天才知道。看到大姐真的要揍自己，赶紧向护卫求救。护卫提醒裘熹妃不要对少爷动粗，裘熹妃仅是一个眼神，护卫就怂了，请你随意对待少爷。裘熹妃准备揍裘阳天一拳时，魏雪儿大吼不可以，拦住了他。裘阳天命令魏雪儿赶紧退下，魏雪儿还在说不可以打少爷，裘熹妃当即丢开了裘阳天的脑袋，爆发出浑厚的内力，看向了旁边的魏雪，又询问他是什么人。裘阳天解释这是自己的侍从，并让裘熹妃不要和他计较，但裘熹妃左手爆发出了更为强大的内力。裘阳天生怕魏雪儿受到伤害，准备上前阻止。魏雪儿也以为自己要挨打了，但裘熹妃并没有动手，他只是捏了捏魏雪儿的脸蛋。裘熹妃还说这脸蛋摸起来和看起来一样柔软，并向裘阳天索要魏雪儿的所有权。裘阳天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裘熹妃惊讶弟弟竟然拒绝了自己，又询问裘阳天怎么就站起来了，还发现了裘阳天即将突破4星的内力，他还以为是李长老做的，李长老当即就否定了。裘熹妃也没想到短短几个月没见弟弟变化真的大，他本想询问到底怎么回事时，但还是没能开口，又告诉裘阳天家主找你，赶紧过去吧。魏雪儿也趁机摆脱了魔爪。裘阳天准备离开的时候，裘熹妃丢了一个东西过来，看起来像一枚吊坠，外表像魔石，但裘阳天没有感受到丝毫魔力。裘熹妃解释这是他回来的路上在杂货铺随手买的，如果不好好保管的话，姐姐可能会好好疼爱你。裘阳天只得答应。大姐拍着裘阳天的肩膀说起，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好，这让裘阳天想起了前世的姐姐临死之前还在说弟弟一定要幸福啊。裘阳天再次应声答应。裘熹妃向李长老确认真的没插手吗？李长老再次否认，去年为止的弟弟只有1星水平，就连动作也毫无章法，现在的弟弟境界不但提升了，就连身体也锻炼过，他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做到的。李长老也没想到裘阳天还有这种潜力，并让裘熹妃亲自去问问如何。裘熹妃很了解裘阳天的性格，知道问了也是不会说的。裘熹妃又询问李长老感受到那个侍从的违和感没？李长老当然知道，但他迫于剑尊魏孝君的压力不敢说。裘熹妃说起他在魏雪儿身上到处摸了一下，那种感觉很微妙。李长老慌忙解释，你可能太敏感了，那孩子只是普通的侍从。在李长老的劝说下，裘熹妃也觉得自己多半太敏感。李长老也没想到他竟然能感受到这股违和感，说明他的才能强得可怕。血脉相连的家人都没人愿意和裘阳天站在一起时，只有他一人独自照顾裘阳天。李长老告诉裘熹妃真是辛苦了，多亏你老夫也不用担心他了。裘熹妃觉得好歹也是弟弟，怎么也要帮衬一下。李长老说起，你好好和他沟通不行吗？怎么用婚约的事情当借口也太牵强，别人都会以为你在反对这桩婚事。听到这里的裘熹妃才想起到底是哪个狐狸精要和自己弟弟订婚。李长老忍不住开口，你是真的有点不正常，
此时的家主是家主询问裘阳天是不是折断了雷龙的胳膊，裘阳天解释没有的事，只是稍微碰了他一下。此时场面顿时陷入了尴尬。南宫菲儿离家出走，踏上了千里寻夫的路程。裘阳天也准备前往华山接回裘家老三。就在不久前，家主询问裘阳天为什么要折断雷龙的胳膊，裘阳天解释那是雷龙主动提出的比武，他还动用了内力，运用了杀招。当时周围很多人都看到了，裘阳天还以为要受到家主责骂时，看来你在这次对练中收获不小，保持这样继续精进。裘阳天怎么也没想到，父亲得知儿子战胜了雷龙，还晋升了3星，会如此平淡。家主这时候说起，既然和雷龙对练了，应该见过未婚妻了吧？裘阳天也想知道和南宫家的婚约怎么回事。家主解释这是长老会定下来的事，对你而言并不是坏事，就当你和彭家的婚约是不可避免的意外，希望这次不会再出现那种事。裘阳天知道这是下不为例的意思，和彭家已经退过一次婚，这次怎么也没办法开口拒绝了。家主翻着书籍说起马上就到仲夏，裘阳天就觉得不会有好事，华山的地华战要召开了，这让裘阳天想起了将华山灭门的事情，直接质问家主那又如何。家主递给了裘阳天一张纸，让他去华山带个人回来，10日之后就出发，当然你也可以拒绝。裘阳天想都没想就准备拒绝，只要你把人带回来就可以给你1枚泰善丹。听到灵药的裘阳天当即就答应了，如果急的话现在就可以走，因为泰善丹是可以提升20年内力的灵药。护卫和魏雪儿还在外面等着裘阳天出来，二人都在抱怨太累了，魏雪儿还说躲在这里吃药果会不会不太好。护卫表示只要不被发现就没问题，不料下一秒裘阳天就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裘阳天告诉二人准备一下10天后去华山，魏雪儿和护卫都有点抱怨又要出门，裘阳天让他们不满就去找家主，因为家主命令他去华山带回老三。裘阳天在后院门口偷偷摸摸的观察里面，看到外面没人，他以为李长老和大姐应该回去了，最近麻烦的事情太多了，先去四川碰到南宫一群人，又要去华山接老三。想到这里的裘阳天不知不觉就睡着了，丝毫没注意旁边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一把勒住了裘阳天脖子，还往他嘴里塞馒头，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怎么能不吃饭？裘阳天急忙挣扎开，并表示这可是自己的房间。裘西飞很自信地说这也是他房间，又拿出了酒袋开始饮酒，都是因为弟弟要和南宫家那丫头订婚了，你就那么喜欢他，是不是比姐姐还喜欢？我辛苦养大了阳天啊！裘阳天让裘西飞喝多了不要睡这里，裘西飞还说要在这里和弟弟一起睡，妥协的裘阳天还是选择了出去睡。裘西飞一个人在裘阳天床上饮酒，这时裘西飞询问裘阳天要不要一起去比武，裘阳天都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裘西飞又重复了一遍要不要比武，裘阳天只觉得大姐已经喝醉了。裘西飞指了指裘阳天的胸口，虽然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方式修炼，但是你体内还存在很多没能炼化的内力，你知不知道这样下去会走火入魔？裘阳天当然知道这是那时的宝玉没能完全被吸收掉，这个问题必须得尽快处理。裘阳天都疑问大姐啥时候人这么好了，裘西飞又说我还想揍你一顿，为啥自己就没有一个正常的姐姐？裘西飞询问裘阳天为何不拿剑，裘阳天表示已经不用剑了。裘西飞也不想过多废话，举剑就让裘阳天先动手。裘阳天提醒大姐不要忘记点到为止，放心姐姐保证不会打死你的。率先出手的裘阳天已经攻到裘西飞身前，突如其来的一拳打在了裘西飞的胸口，这一拳将他击飞了出去。裘阳天抓住机会又是一拳袭去，这一拳用上了他全部的内力，一拳将裘西飞打飞了几十米。裘阳天这才缓缓收起内力，一阵浓烟冒起，裘阳天只感觉一股寒意袭来，只听轰隆一声，烟尘被火焰点燃，发生了爆炸。裘西飞还在夸奖弟弟干得真不错，裘阳天觉得裘西飞的实力绝对不止5星，应该早就跨越了5星，承受了自己全力的一击，他竟安然无恙。裘阳天当即向大姐表示到此为止，现在才刚开始，你在说啥？一道火焰形成的剑气朝着裘阳天袭来，就在裘阳天拼死抵挡的时候，裘西飞的拳头也跟了上来，一拳将裘阳天砸飞了出去，如果没挡住的话就完蛋了。裘西飞又将木剑扔了过来，裘阳天避开的时候，裘西飞又冲了上来，他没想到大姐真的完全不留情，裘西飞全力的一脚踢向裘阳天，他只能勉强格挡，几乎没有还手的余地。大战几个回合之后，裘阳天被逼到了刚才木剑飞过来的位置，裘西飞也重新拿起了木剑，此时的裘阳天已经无力抵抗，他就这样轻松的制服了裘阳天。裘西飞一只手抓住了他的头发，准备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好弟弟。此时的裘阳天真是欲哭无泪，他的悲鸣声响彻了裘家。此时的南宫世家，南宫家主正在看南宫菲儿留下的信，上面写着我去见未婚夫了。仆人解释小姐留下这封信就离开了，气得南宫家主怒吼，现在立刻把他抓回来。但此时的南宫菲儿已经在前往山西的途中，裘阳天踏上了前往华山的旅程，南宫菲儿也跟了上去。就在刚刚，一位老农正在地里看着庄稼，天空一道人影飞过，这把老农看呆了，在他眼里的南宫菲儿简直是仙女。南宫菲儿询问去山西要往哪边走，老农向右指了指方向，但南宫菲儿朝左就飞走了，还在地上留下了一锭银子，这一锭银子够一家子人几个月吃喝不愁了。他也疑问仙女去山西为什么没有往东走，反而是朝西去，往西是去华山了。此时的裘家，李长
长老告诉剑尊魏孝军神医在华山，剑尊也知道那个神医老头本来就是个疯一样的家伙，不会在一处久留，但为什么偏偏是华山？李长老建议，如果不急的话，可以让杨天先去确认一下，前辈需要隐藏身份，也不必急着亲自出面。但剑尊还是决定亲自出马，因为马夫突然休假了，所以剑尊就成了新的马夫。裘杨天也想不到，堂堂剑尊要给他驾马。李长老也是一副装傻充愣的样子。原本前往华山的名单里明明没有魏雪儿和剑尊的，裘杨天想不通一夜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候李长老说起去一趟华山而已，怎么这种表情？还提醒裘杨天去华山不要乱打人。裘杨天表示会努力的。这时李长老掏出了一个小袋子，裘杨天隐约感觉到这东西散发着一种香气，而且味道越来越浓，一看就知道这是很贵重的东西。李长老这才说出这是华山4大至宝之一梅花烟晶石。裘杨天一脸懵逼的看着李长老，这种名贵的东西为什么在李长老手上？为什么又要给自己？李长老表示这是自己赌酒赢回来的，结果我忘了还给人家了，刚刚好你过去就顺带还了。裘杨天觉得这种东西给自己保管不安全，李长老知道没有比交给他更安全的方式了。如果李长老知道剑尊的真实身份的话，确实是交给他最安全，而且他根本不给别人拒绝的时间和理由。上了马车之后，裘杨天还没发现姐姐裘西飞去哪了，估计正因为你要离开的是正躲在什么地方哭着。李长老表示会转告西飞你已经平安出发了，随后由剑尊驾着马车就出发了。这时李长老才说起怎么不去道个别，此时的裘西飞还在旁边抽泣，怎么能让他看到自己哭的样子？李长老觉得杨天又不是3岁小孩了，担心啥？大姐裘西飞就觉得弟弟身体那么弱，怎么可能一点不担心？千里寻夫的南宫菲儿终于找到了山西裘家，前往华山途中的裘杨天竟然闹鬼了。裘杨天一路上一直问护卫还要走多久才到，护卫无奈的表示这个问题你已经问了30多遍了，每次护卫回答还剩多少距离时，裘杨天的眼神都会暗淡下来。剑尊魏孝军都询问少爷你是不是什么地方不舒服，裘杨天只得解释没这回事，暗自吐槽现在让我最不舒服的就是你啊，和天下第一剑的剑尊同行怎么可能舒服得起来？裘杨天只得欺负魏雪儿，命令他将药果交出来。魏雪儿表示药果是侍女姐姐给，必须要侍女姐姐同意才行。侍女当即表态这些药果本来就属于少爷。就这样裘杨天成功吃到了药果，魏雪儿也窃喜药果还有剩下。此时的山西裘家，裘西飞还在询问眼前之人是谁，这个人再次介绍了自己名叫南宫菲儿。裘西飞也明白了这个人就是弟弟裘杨天的未婚妻，这漂亮的眼睛，精致的五官，不得不说真漂亮啊。裘西飞当即询问南宫菲儿来这里做什么，而且还是这么不体面的模样，那当然是来看婚约对象。裘西飞当即指出现在还没正式进行订婚吧，而且我弟弟现在也不在家。南宫菲儿也明白了这个人是裘杨天的姐姐，裘西飞也开心的介绍自己正是杨天的姐姐。这时南宫菲儿已经整理好了头发，她当即询问裘杨天去哪了。裘西飞随意的说起他去华山了，很远对吧？怎么办呢？命运弄人啊！南宫菲儿念叨原来在华山，然后嗖的一声就飞走了。裘西飞还在劝南宫菲儿早点回家，等他发现10人都飞远了，裘西飞觉得南宫菲儿应该回家了，但离开的时候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下？此时的另一边，魏雪儿还在睡觉，护卫也在休息，剑尊魏孝军在守夜。很明显他发现了旁边有动静，正是裘杨天深夜出来了。从呼吸中蕴含的内力来看，他马上就要到4星了，必须得尽快突破3星的壁垒才行。现在连内力外放都觉得勉强，大姐却能毫不费力的将内力爆发出来，天赋这种东西还真是不公平。裘杨天打起精神准备好好修炼，吸气然后集中精神。这时他发现了一股奇怪的气息，怀里有一阵红色气息冒出，这正是华山4大至宝之一的梅花烟晶石。实在搞不清楚李老头为什么要把这东西给自己，因为不断袭来的梅花香气实在是难以集中精神，但这东西好像也没产生什么变化呀。这之后裘杨天完成了今晚的修炼，这时一阵梅花飘来，这大夏天哪来的梅花呀？裘杨天也觉得有点奇怪。这时一个声音传出，你好像不是华山的人。裘杨天还在四处张望是什么人，有声音却看不见人。这个声音又开口，既然不是华山的人，为什么会吸收气息？这次裘杨天很清楚的听到的是一个老人的声音，到底是哪家的小毛孩这么容易大惊小怪？这样下去会出毛病的。裘杨天的魔道迁徙功又发动了，一股倦意袭来，他便倒了下去。吸收了华山秘宝的裘杨天顺利进阶4星，同时还收获了一枚境界高深的老爷爷。护卫和魏雪儿一直在喊少爷少爷，裘杨天才从昏迷中醒来，众人都围在裘杨天身边，就只有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只得询问护卫这是怎么了。护卫解释少爷在树林晕倒了，是老爷子把你带回来。裘杨天赶忙向老爷子道谢。剑尊魏孝军虽然嘴上说着都是侍从应该做的，但他又是一副欲言又止的眼神，裘杨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护卫询问昨晚在树林里发生了什么事，裘杨天说起昨晚在修炼的时候，石头突然开始发光，他掏出石头也看不出有什么异常，这个石头也已经不再散发香味了。他猜测应该是魔道迁徙功吸收掉了石头里的灵气晕倒，虽然有想过华山秘宝肯定有着什么东西，怎么没想到会被自己吸收了。裘杨天将手放在了自己胸口，猛然发现已经进阶4星了，一夜之间突然就成为4星高手。护卫时不时盯着裘杨天看，就连剑尊魏孝军也时不时扫看他几眼，虽然进阶太快了是有点可疑，但能不能别这样盯着自己看了呀？这时魏雪儿又凑了上来，最近剪辑太累了，好想出去玩一玩，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才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10万，开起来和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了。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
瓜子就对了。他总觉得少爷身上好像有股味道。裘阳天解释，我洗澡洗的比你还干净，怎么可能有味道？魏雪儿说起是一种花香的味道。裘阳天拿出华山的秘宝，指出应该是这里散发的味道，但魏雪儿认定就是裘阳天身上的味道，就连魏雪儿都能看出来这点，说明自己的内力应该增进了很多。3星的时候极限就是内力外放，现在4星应该轻而易举就能做到，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姐姐那种程度。有点可惜的是现在没人过来找打，但又想起李长老说过不可以打人，不过实在想打的话就按你自己想法来就行。一阵剧烈摇晃传来，裘阳天直接倒在了魏雪儿身上，把魏雪儿压得惨不忍睹。裘阳天赶忙询问护卫咋回事，护卫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裘阳天也疑问怎么突然就戒备起来了，原来是一个人拦住了马车，从他身上的花纹来看那是华山弟子。很显然裘阳天更震惊的是眼前这个人，来人介绍自己是华山3代弟子迎风，因为有事才暂时拦住了马车。裘阳天心想该来的还是来了呀，这个迎风是以前灭门华山时死在自己手里的华山弟子。护卫质问对方被称为华山剑龙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迎风赶忙道歉并解释拦路只是有事情想要确认，他想确认一下这座马车里是否有华山弟子。裘阳天都在想，不是吧，应该不是吧，不会吧，因为很远就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才前来确认，幸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还是有件好奇的事。说着他便走向马车，护卫当即准备拔剑并警告他不要靠近，很明显刚才气味是梅花的香味。3代弟子迎风走到了裘阳天前面，直接询问为什么少侠的身上会有华山的气息。裘阳天暗道大事不妙，这事又要搞砸了呀。这时昨晚那个声音又出来了，你能看到老夫吗？一个小老头出现在裘阳天眼前，裘阳天还凑近看了看这个小老头，曾经和血魔大战的高手竟然在裘阳天体内，就在刚刚。裘阳天揉了揉眼睛，还是不信眼前真的有一个小老头。这个小老头还说你一个晚辈见到大人怎么不行了？听到这里裘阳天都说不出话，华山弟子迎风也不知道裘阳天这是怎么了。裘阳天还觉得是修炼太劳累了出现了幻觉，小老头在旁边说这不是幻觉。迎风询问这是怎么了？裘阳天一问难道你看不到这个吗？这个像虫子一样的小老头。迎风凑近看了看还是看不见。裘阳天又询问护卫能不能看见，护卫一脸懵逼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随后他想了想，以为要配合少爷做什么表示能看见，是个红头发的老人家对吧？裘阳天当即就否认了，难道是绿头发的？裘阳天都不敢相信只有自己能看到这个小老头，他还让裘阳天不要吵了。裘阳天都惊讶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撞鬼了吗？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被缠上了呀？什么叫被缠上？你不记得了吗？是你主动吃下去的。说到吃，裘阳天也有点印象，魔道迁西宫吸收了那个华山宝物。小老头询问裘阳天想起来了没？你一个外人把我们华山的宝物吃掉，看你吃了那么多，本来是想帮你一把，免得你走火入魔，你还说我是虫子又是鬼，说话还如此不敬。裘阳天赶忙询问老人家您是哪位？小老头只觉得裘阳天不了解世事，竟然不认识自己。小老头说出他是华山派第8代掌门人仙剑沈哲，在天魔出现之前发生过最大规模的战争血魔大战，阻止这场血祸的5大绝代高手，哪怕在血祸结束世事变迁后，在中原武林的历史上也依然大名鼎鼎，最受华山派武者尊敬的人就是我面前这个像虫子一样大的小老头。小老头还斥责裘阳天竟敢叫他虫子。裘阳天暗道自己明明是心里说的，这个小老头竟然能看穿心里话。小老头又让裘阳天赶紧拿出礼数，但裘阳天还是不信，心里默念他为何会在石头里。小老头表示你应该更清楚才对，但裘阳天表示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又质问裘阳天为何能吸收梅花烟晶石，裘阳天也无言以对。他看表情就知道裘阳天也知道什么，所以也没有打算多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像你这样的小孩子也是如此。裘阳天只得表示感谢。小老头又说起现在有比那个更重要的东西要来了，还是先专注于这个吧。只听嗖嗖2声，一群华山弟子就冲了出来。迎风让大家不必惊慌，他们不是危险之人。护卫一招打在了迎风小腿上，瞬间将其制服，并让裘阳天小心，因为这怎么看都像袭击。未婚妻南宫菲儿终于找到了裘阳天，他踏着闪电一路疾驰，还撞飞了华山的天才。就在刚刚，裘阳天被一群人包围了，护卫解释他们这些人杀意很强，迎风提出由他过去向大家解释这件事。从对方衣服的梅花来看是华山弟子，裘阳天也命令护卫放开迎风，他朝着华山弟子们挥手。他们交流了一会之后，迎风被华山弟子一拳击飞。华山弟子的为首之人带着众弟子抱拳道歉，裘阳天也拱手回礼。他询问华山弟子这么多人来这里所为何事，为首之人表示抱歉，这事不太好告诉外人。迎风当即说出最近华山弟子频繁失踪，裘阳天更加疑问了华山的梅花剑队不会弱到无故失踪的程度才对，都是因为迎风这家伙乱跑，好不容易找到的气息都散了。裘阳天知道都是小老头的错，小老头表示老夫已经遮盖了你的气息，他们应该不会发现。迎风询问其他华山弟子这位少侠身上是不是有华山的气息，裘阳天疑问说好的遮盖气息咋回事？小老头让裘阳天拿出秘宝，众人唏嘘地望着这颗梅花烟晶石，大家认出了这是掌门之前聚会时毒酒输掉的秘宝。小老头都觉得华山果然要完蛋了。迎风也知道了裘阳天身上有华山气息
息的原因是这个石头。为首之人询问裘阳天为何带着这个石头，裘阳天也下马车介绍自己是裘家的裘阳天，这次是来归还裘家借走的华山秘宝。众人都议论原来是世家弟子，听到他的身份之后，为首之人再次道歉，整得裘阳天都懵了。迎风这时说起裘少侠的妹妹，这时其他华山弟子赶忙将他嘴堵住。为首之人上前解释没啥事没啥事。裘阳天询问家妹是不是闯祸了，为首之人矢口否认，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肯定有问题。裘阳天也表示家妹给你们添麻烦了，非常抱歉，等我到了华山就立刻把他领走。为首之人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其他华山弟子纷纷露出解脱的笑容，并且排列站成两列欢迎裘少侠上华山。裘阳天和护卫都觉得这不对劲，他到底添了多大的麻烦啊？此时的另一边，女孩蹑手蹑脚地推开房门，老妇人询问她为何每晚都要过来，她是女孩的师傅。女孩询问师傅身体咋样了，老妇人解释最近身体还不错，又说起你能来的日子也剩得不多了，但女孩表示要一直留在师傅身边，不想回去见家人吗？女孩觉得那不是家人。老妇人听了都愣住了，垂死的老人掺和进别人家里可不行啊。女孩让师傅不要说这种话，没生病的时候您可是被称为梅花仙人。老妇人感叹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不知道还能再活多久。此时的另一边，南宫菲儿刚解决了一群魔物，他先闭上眼睛，又动用了他灵敏的鼻子，很快就发现裘阳天的位置，因为对他来说那是黑暗中仅存的光亮。南宫菲儿毫不犹豫朝着这个方向奔去。此时的华山脚下，华山弟子们分成了两波，分别准备野营和警戒。裘阳天也询问小老头怎么才能离开自己的身体。小老头表示，如果我知道方法，还会一直附在你身上吗？肯定去找周围华山的孩子们了。裘阳天对此表示怀疑，但嘴上还是说起愿意相信神老。放心，我对你的破身体没兴趣，反正你都往身体装那种东西了，怎么花这么多？裘阳天当即询问装啥东西了。小老头又询问裘阳天，你真不知道你身体里的东西是什么吗？他却是不知道自己身体里有什么。在此之前，我问你一个问题，血魔怎么样了？裘阳天更加一脸懵逼了，他还是怀疑这个小老头是不是华山神剑沈哲，杀死血魔的人就是华山神剑，你自称华山神剑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小老头表示自己完全记不起和血魔的最后一战，而且只有这件事想不起来。裘阳天让小老头赶紧解释一下自己身体里装着什么东西，但小老头又开始找茬，你都不相信我的身份，那我还能说啥？听得裘阳天都怀疑这家伙真的是老人家吗？小老头也觉得一无所知的裘阳天也很奇怪，身体里装着如此狂暴的东西还不知道。裘阳天还是不懂狂暴的东西是指什么。小老头让他安心，自己已经让他沉睡下去。见裘阳天还是不信，小老头只得伸出手，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裘阳天身体倾泻而出，这股力量大到可以将他吞噬，这把裘阳天都吓坏了。他疑问这是什么时，小老头表示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已经让他沉睡了。差点被吞噬的裘阳天还没缓过来，他完全想不通这种东西怎么在自己身体里。小老头说出今天只能到此为止了，还特意指了指上面。裘阳天向上望去，一道紫色的光束出现在他的身后，这道光束从裘阳天眼前划过，只听轰的一声砸在地面，一阵梅花从眼前飘过，烟雾中走出一个人影。裘阳天当即质问这是在干啥？在我们华山传着一句古话呀。听得裘阳天都愣住了，想要变得熟悉就要先打一架。小老头也疑问华山现在还健在啊？裘阳天也理解了这是华山弟子邀请别人比武的方式。迎风高兴地说着从没见过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后起之秀，有点兴奋。裘阳天疑问华山派应该有很多同龄人才对，对此迎风挠着脸也说不出话。不过裘阳天马上就想起来了，最年轻的梅花天才迎风，对于毫无才能的人来说就是无法逾越的高墙，凡人怎么努力也无法超越他。这种家伙和普通的同龄武人摆在一起也只会让别人自卑。小老头都吐槽裘阳天好像很清楚这种事，就像当事人一样。裘阳天只得同意这场比武。闻言迎风一脸高兴的样子，在他表示感谢的时候，他的右侧一道雷电袭来，而且这股雷电越来越强，只听嗖的一声他就飞出去了，就是从裘阳天眼前飞走。被撞飞的迎风整个人在空中翻滚，咚的一声直接掉进了池塘。他终于找到了黑暗中唯一的光亮，带着雷电般的内力找了过来。找过来的南宫菲儿还有点惊讶，他羞红着脸开口找到了。境界4星的裘阳天第一次出手就让众人张大了嘴。前世某个下雨天，裘阳天静静地望着他，身受重伤的南宫菲儿已是垂死之躯，他最后还在说裘阳天没有为自己流泪有点可惜。裘阳天知道他明明可以逃走，就在不久前南宫菲儿救下了裘阳天，被打成了重伤。他不明白南宫菲儿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问题南宫菲儿自己也不知道，他给出的回答是单纯的想这样做。临死之前的他询问月亮还在吗？得到答案的南宫菲儿也满足现在的状态，他就这样死在了裘阳天怀里。旁边一个声音传来，魔人之间居然也有友情啊，还是说你们是在打情骂俏？这个人正是魏雪儿的未婚夫流星剑张善言，他还准备解决掉裘阳天。怒火冲天的裘阳天冷冷地告诉他，我不会让你轻易死掉的。此时的南宫菲儿找了过来，裘阳天怎么也没想到他找到这儿来了。不等南宫菲儿解释，旁边一个声音打断了他们正是旁边的华山弟子，又询问裘阳天认不认识这个女人。怒气冲冲的拔剑准备对南宫菲儿出手，裘阳天只觉得情况不对，南宫那个疯子动了华山弟子可是大事，绝对不能承认自己认识他这件事，婚约这件事更加不能认。此时南宫菲儿赶忙说出是婚约者，听得华山弟子一愣，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震惊，就连小老头也惊讶，
事到如今，裘阳天只得承认。华山弟子纷纷露出了和善的眼神，看向裘阳天。这样漂亮的女人怎么会和这样的家伙？我赶忙询问南宫菲儿来这里做什么，他不慌不忙地回答：来见你。听到这里，华山弟子和善的眼神又加上了咬牙切齿。裘阳天也疑问，既然是来见自己的，为什么要袭击迎风？小老头解释，你看看他的状态就知道，他浑身是伤，也没有休息好，仅凭内力支撑才赶过来。以他的精神状态，已经不能分辨魔物和人类了，说明他想见到你已经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这样，裘阳天还是告诉他，把华山弟子打成这样，华山那边可不会轻易放过你。刚说出口，裘阳天就看了一眼旁边的迎风，但他一副小脸通红的样子，直勾勾地盯着南宫菲儿。裘阳天一看就知道他被南宫菲儿迷住了，还是关切地询问他有没有受伤。此时迎风提出要立刻与裘阳天比武，这让裘阳天也没办法。这之后的二人准备比武，迎风还时不时瞥向旁边，南宫菲儿和魏雪儿还有剑尊魏孝君也在旁边观战。裘阳天知道迎风这是完全被迷住，小老头觉得裘阳天这是嫉妒了，他表示不太喜欢迎风肮脏的目的，和对方比武自己啥也得不到，你难道不好奇自己变强了多少？此时的魏雪儿询问南宫菲儿怎么来这里了，是不是来看雪儿的？旁边护卫还在祈求少爷千万不要受伤。华山弟子觉得虽然很对不起裘少侠，但结果已经显而易见了，迎风这小子就是个怪物，大家都知道他的才能，只要他认真起来的话，一阵梅花飘过，迎风已经运转了内力，随时准备出招。剑尊魏孝君也唏嘘地看着他，迎风将梅花聚在剑身，二人的比武也正式开始，一股火焰般的内力喷发而出。南宫菲儿和护卫几人都张大了嘴，华山弟子都不可思议地看向这一幕，就连剑尊都有点惊讶。裘阳天将火焰般的内力聚集在左手，这股内力果然不如姐姐啊！青梅竹马的魏雪儿终于知道了订婚是什么意思，但现在已经太晚了。就在刚刚，裘阳天仅是运转了内力，就将扬起的花瓣燃烧，他还觉得这股气势完全不如姐姐，但这种程度已经让迎风震惊了，又询问迎风这是什么表情，不是害怕了吧？迎风当即就否认了。一阵梅花飘过，迎风率先动手朝裘阳天攻来，形似梅花的内力凝聚在他的剑身，裘阳天完全不惧他的气势，先是一掌推开了迎风的手，又是一拳打在了他的胸口，这股火焰般的内力倾泻而出，更是一拳将他击飞，迎风整个人在火焰中翻滚。南宫菲儿几人看到这一幕都震惊了，华山弟子都张大了嘴，迎风的剑都被折断了，剑尊魏孝君都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很明显迎风败北了，他也坦然地承认自己输了。众人都还没从这一幕反应过来，这时南宫菲儿站了起来，裘阳天也疑问这是要干啥。此时的南宫菲儿准备拔剑，他向裘阳天提出比武请求，裘阳天表示你是看不到自己才比武结束吗？南宫菲儿一副受委屈的样子盯着他，这是咋了？裘阳天觉得他这是生气了，小老头觉得这更像是闹别扭了，裘阳天只得无奈地表示可以下次再比。南宫菲儿突然靠近了裘阳天，并握住了他的手，那下次一定哦。在这之后，裘阳天还在修炼，小老头都感叹从未见过这种怪物，这个年纪就在冲击丹田了。裘阳天解释现在只是尝试一下，别一惊一乍的。小老头告诉裘阳天，现在你这个年纪冲击丹田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不要再乱来了，提前开启丹田，你体内的东西可能会跑出来。裘阳天也疑问体内那东西难道会对自己内力产生反应？小老头解释你的内力越强，它越活跃，只要你释放内力，它就会变得兴奋，甚至跑出来。裘阳天知道现在的实力还是不够，这时迎风走了过来，他没想到对方比武都获胜了，还在感悟自身的不足。裘阳天也不废话，询问他有啥事。迎风表示自己武功还远远不到家，虽然不知道少侠为什么会这么做，但也明白了你是想要指点我。小老头都感叹明明输得那么无力，也没有陷入心魔，反而好好整理了思路。裘阳天觉得有的人可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到处奔波修行，这些家伙因为一次比武就能成长。小老头都吐槽裘阳天心胸狭隘。迎风解释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最强奇才，但看到少侠之后才知道原来山外有山，少侠肯定也付出了大家无法想象的努力。裘阳天怎么都喜欢不起来这个迎风。迎风向裘阳天表示感谢，这又勾起了他的回忆，想起了前世迎风死之前的样子。魏雪儿还在询问爷爷剑尊魏孝君看到刚才的比武没，那个飘着花瓣的哥哥啪一下就输了。此时的华山弟子刚好在他的身后，魏孝君只得让他小声点。这时魏雪儿又说起出大事了，少爷要订婚了。魏孝君觉得这不是好事吗？魏雪儿马上就否定了，虽然不知道订婚是什么，反正就是不行，能和少爷做什么的只有雪儿，只有雪儿同意才能订婚。魏孝君的表情很微妙，因为他都这个年纪了，愧疚自己没教过他这种程度的常识，也是自己的错。他还是细心的向魏雪儿解释了什么是订婚，听得魏雪儿脸色越发阴沉。